他只是随手拍死一只蚊子，却被猎人协会的人认定为精神病，只因他的等级一直都是1级。不曾想在他拍死第10只蚊子之后，却意外触发了隐藏奖励。可当看到奖励竟是件破洞的无袖短袖后，他没有任何留恋，将这垃圾玩意扔了出去。恰逢此时刚好有人造访，于是这玩意就这么不偏不倚砸在来人脸上。可从对方的装扮上看，就不是一般的来历，尤其是对方衣领上的勋章更透露出猎人协会高层的身份。而这次对方前来主要是确认下李建宇变为1级的怪事。对方率先开口道自己是猎人协会第4部的队长，随后示意边上的副手用仪器检测下李建宇的情况。可一番检查下来，副手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。从仪器上看，李建宇的等级为1级，面板属性也跟刚发现他的时候一样没有变化。但队长的直觉告诉他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就算是门口卖冰棍的老奶奶，等级也不止1级。就在2小时前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竟让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地覆天的变化。只因人类头顶上莫名出现了等级的标识，一同出现的还有实力强悍的怪物，故此猎人这个新兴的职业应运而生。不过成为猎人的门槛极高，只因通过猎人考试需要前往地下城捕捉怪物，而这已经是李建宇第8次参加猎人考试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查阅着通关要领。这时一个人走了过来，原来是这次猎人考试的监督官，他邀请李建宇等会参加团队 BOSS 战。而当李建宇来到地下城副本前，却发现这次参加猎人考试的学员少了很多。这时身旁一个胖子发现了李建宇的存在，从胖子口中他得知这次的副本 BOSS 体力低于 30% 会在3分钟后自爆，往常的副本考核都会有2名100级以上的老猎人带队，但这次因为安插进来一个富家公子体验生活，却只能配备一个205级的老猎人随行保护。可这次的 BOSS 并不是一个人就能打败的，因为 BOSS 攻克到一半会源源不断出现小怪，故此老猎人对学员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便是负责干掉中间冒出来的小怪就行。而就在李建宇准备进入副本的那一刻，却被富家公子拦了下来。原来老猎人单挑 BOSS 顾不上保护他，故此他邀请李建宇和胖子一同组队。见状，胖子赶忙伸出了手握住富家公子，有这么一个攀高枝的机会怎会放过？可就在他们进入副本的那一刻，富家公子突然露出一脸狞笑。李建宇干掉面前的骷髅小怪后，却发现身后的学员们开始招架不住骷髅小怪的攻击。原来 BOSS 血量在老猎人的输出下已经来到了 30% 的分水岭。与此同时，无数骷髅小怪冒出地面，场面瞬间变得不可控。可李建宇却被眼前的骷髅小怪拦住，抽不开身。这时胖子猛然一个撞击来到了李建宇身前，他让李建宇去帮老猎人，但李建宇不放心胖子一个人抵挡骷髅小怪。突然富家公子拍了下李建宇的肩膀，让他以大局为重。随后李建宇看向老猎人，此时的老猎人双手持剑转换成防守模式，无奈的他只好带着富家公子加入 BOSS 的攻坚队，独留胖子一人防守住剩下的骷髅小怪。可即使是李建宇使出浑身解数， BOSS 的血量却足足还有 23%， 而3分钟的倒计时仅仅只剩50秒。他无奈的望向老猎人，希望能得到个方案，可老猎人却给他画了个大饼。话音未落，一柄长剑从身后袭来，在李建宇鼻翼上留下浅浅的剑痕。接着李建宇转身一个反打，长剑狠狠斩击在骷髅小怪，将其轰飞。等到站稳脚步后，正准备责问胖子，却发现足足10几只骷髅小怪奔袭而来，攻坚队的3人瞬间绷不住了。可当他们看到倒在地上的其他学员，老猎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自大了，单凭他一个205级的猎人终究挑不起大梁，于是他赶忙下达了撤退命令。可就在这时，富二代的小腿被利刃洞穿，好在李建宇还未跑远，转身反打干掉骷髅小怪后，李建宇示意老猎人带着富二代先走。然而此时副本出口处足足围了20几只骷髅小怪，老猎人只能加入肃清骷髅小怪的队伍。可李建宇依旧没有放弃富二代，他将富二代扛在肩上，拼了命的朝副本出口跑去。与此同时，老猎人已经跟胖子肃清了那里的骷髅小怪。这时李建宇背上的富二代突然露出恶狠狠的狞笑，但李建宇只顾着奔跑，却没注意到这些。他转身干掉身后的骷髅小怪，正准备进入副本出口之时，刚好看到富二代嘴角上扬，露出狰狞的坏笑。李建宇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富二代的笑声越发猖狂，随后一脚狠狠踹向李建宇。因为首领死亡时需要玩家在副本里才能计算，这时 BOSS 自爆的时间刚好来到临界点，嘣的一声响，整个空间瞬间坍塌。待到爆炸消散后，老猎人和胖子重新折返了回来，因为刚刚他们背对着李建宇，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富二代对李建宇的背刺。这时整个副本开始阵战，情急之下老猎人只能带着胖子撤走。胖子早已泣不成声，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对不起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副本内的李建宇猛然睁开双眼，原来他并没有死于 BOSS 的自爆中，不过现在也处于濒死状态。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扒开倒塌的巨石，却意外发现刚刚的爆炸改变了副本的布局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崭新的通道，尽头赫然是一个神秘的传送门。感受着传送门内散发出的摄人威压，他止不住好奇，伸手探了上去，这才知道眼前竟是 SS 级地下城副本。要知道刚刚他们攻克的只是一个地级副本，而最顶级的 SS 地下城只有600级以上的猎人才敢攻克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转身就跑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块巨石阻挡了他的退路，与此同时后面的通道瞬间坍塌，无奈的他只好进入了这唯一的 SS 级地下城。可里面却没有想象中实力强大的怪物，放眼望去全是密密麻麻的木，
接着他猛然发现了诡异的一幕，墓地中间一个人影一动不动端坐在那里。他本以为人影是怪物，可当看清对方蓝色的等级窗口，当即松了口气，只因只有人类的等级窗口才是蓝色的，故此李建宇将对方当成了200级以上的猎人。可正当他靠近对方时，对方却一脸失望地将李建宇凶了一顿，只因李建宇的等级仅只有46级。不过随后他转念一想也释然了，毕竟他镇守这个墓地多年，200级以上进来的猎人同样没人能通关，只因在这里等级没有任何的意义，而仅仅看重这个人的命里硬不硬。听到这，李建宇瞬间觉得自己行了，毕竟自己大难不死才来到这里，足以说明一切。就当李建宇还想问点什么时，系统弹窗跳出，找到武器。这时对方的声音传来，提醒李建宇没事的时候多看看天空。而李建宇刚抬头望去，差点吓出心脏病来，高空坠物都不带这么玩的。看着眼前的武器，李建宇好似明白了任务的要求。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破空声，卧槽，牛怎么在天上飞？从天而降的一头红色神牛把他砸了个七荤八素。他看着眼前的一幕吓成了猪肝色，只因红色神牛的等级竟然是问号，这也就意味着他的等级至少比李建宇高出100级，才会在李建宇眼里显示出问号。见此情景，李建宇面露无奈之色，他一个46级战五渣怎能硬汉100级神灵？于是他望向身后密密麻麻的武器，未经之计也只能从这里找下突破口。可当他拔出其中一把长剑，随后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弹窗，这竟然是传说级别的武器光辉剑。幸运的是还没有等级佩戴限制，念及此他瞬间觉得自己行了，有了这把传说级武器，离开这里指日可待。可他势在必得的一击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甚至乎连沉睡的神牛都不能唤醒。他扔掉了手上的光辉剑，心中暗道一定是剑的问题，随后将目光锁定边上的黄金巨斧。幸运的是这把黄金巨斧还附带额外伤害。就当他再一次觉得自己行了之时，沉醉的神牛猛然惊醒，他就这么跟李建宇来了个深情对望。你好哇，我叫李建宇。随后李建宇转身拼了命的逃离。突然他想到了现实世界里斗牛士的场景，于是他有样学样一个侧身闪过，然后他重新审视起旁边的上千把武器，这些武器里绝对会有一把能对神牛造成伤害。就在他烦神如何寻找那把武器之际，身后的神牛已经调转方向重新冲了过来。他顾不得思考，只能再次化身斗牛士躲避攻击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他都想放弃猎人职业，回现实世界硬拼个斗牛士得了。此时神牛2次被耍，直接急眼，他猛然挥动身后的巨尾，呼啸着攻向李建宇。只见李建宇赶忙拾起身后的盾牌，避无可避的他直接硬扛下神牛的尾巴抽击，跟预料中的一样，在空中飞行了好远才停了下。意外的是，这个盾牌竟然能在持有者受到致命伤害时，将持有者生命值锁定在0点不死。可神牛再一次奔袭而来，没有意外的话，李建宇这一次真的就嗝撇。这时有个声音让李建宇拿起他左边的那个武器，慌乱之中，他拿起那把武器对着神牛的方向发动技能气枪，长剑喷涌着狂风，让他整个人向后暴退，躲避神牛的撞击。可空血空蓝的他已然成为了强弩之末。就在这时，他无意间瞥见眼前的大树有些异常，只见一把通体黄金的匕首没入树体中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只因这匕首由下而上插入树体中，从天而降的武器不可能有这种角度。而在他拔出这个黄金匕首的那一刻，系统提示已找到武器，开启任务的下一阶段，干掉眼前的神牛。此时的神牛抬头望天，头顶之上魔力聚集成一个闪耀光球，随后就这么顶着头顶的光球向李建宇发动了冲锋。李建宇后槽牙都要咬碎掉，我一个46级的战五渣怎能撼动这100级神牛？随后他高高扬起手中的黄金匕首，对准神牛，双眼迸发出对生的渴望。他不禁靠大喊来为自己壮壮胆，接着高高跃起，对着神牛的头骨方向，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黄金匕首刺了下去。而当他再次睁眼的时候，却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。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自称他姐姐的女子，从她口中得知李建宇是在地级副本门口被发现的。随后他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他让李建宇放弃当猎人吧。不明所以的李建宇一头雾水，而当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一脸的不可置信，他的等级竟然变成了1级。他努力回想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这时一只烦人的蚊子在他耳边嗡嗡叫，他一巴掌直接拍死之。系统传来提示，经验值增加1点。他瞬间想起了 SS 级副本内发生的事，可他醒来的时候却没有拿着那把黄金匕首。心急的他疯狂摇晃着姐姐的身体，询问到他的黄金匕首在哪。从姐姐口中得知黄金匕首在1楼的储物柜后，他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了出去，却被一个迎面走来的人直接撞飞。来人竟然是那个陷害自己的富二代。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富二代，希望能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悔改。可这副嚣张跋扈的面孔上挂满了嘲讽，当即引燃了李建宇的怒火。他猛然拎起富二代，管他是不是什么会长的孙子，可这却吓坏了身后的母亲。只因他不知道这是陷害他儿子的凶手，他只知道眼前这位是替他们家垫付了医药费的大恩人，而富二代更是顺着台阶说道这是他该做的。见状，李建宇也明白再这么争执下去也无济于事。经过一番努力让姐姐支走母亲后，他面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希望能听到一个满意的解释。其实那天也只是巧合。富二代慢慢走到床边，放下了鲜花，接着说道，作为继承人，他每天都有任务考核，而那天的任务目标刚好是 BOSS 的掉落品，但 BOSS 自爆的时候需要有人在副本内才行，刚好李建宇就是那个最适合的人选。闻言的李建宇越发气愤，
就为了那么一个继承人身份，竟就要牺牲掉他一条鲜活的生命，这才在富二代眼里看到他在意的东西。继承人身份就是他的一切，为了继承人，他可以肃清掉所有垫脚石，包括他的哥哥们。说罢，他还不忘嘲讽李建宇，像他这样的穷逼是不会懂的。李建宇怒不可遏，揪住他的衣领，可他身后的势力确实是李建宇无法企及的。其实李建宇只是需要一句道歉罢了，可他实在看不惯富二代的嘴脸。这时富二代话锋一转，表示看上了李建宇的妹妹。终于李建宇绷不住，可轰出的一拳却猛然停了下来，原来是被身后的胖子猛然抱住。胖子看到李建宇还活着，喜极而泣，就这么抱着李建宇死活不撒手。见状，富二代挥挥手离开，不打扰他们的雅兴。随后李建宇挣脱了胖子的熊抱，只因他要去找那把 SS 级副本产物黄金匕首。这时胖子突然想起来自己过来是送东西的，他这次来就是为了把李建宇被发现时握着的武器带过来。听到武器二字，李建宇猛地一惊，接着他兴奋的一把夺过黄金匕首，就是这玩意让他力挽狂澜，拿下神牛的人头。胖子不解李建宇怎么对这把普通的匕首那么看重，他找人鉴定完就是一把100攻击力的白板匕首。可李建宇不相信 SS 级副本的产物会普通。到了晚上，李建宇终于知道了其中缘由，原来只有李建宇本人握上这把匕首才会显现出它真正的属性。这是一把攻击力5500点的神话匕首，当血量为 0.10 获得10秒无敌，并获得一击必杀特性，而相对应的持有者的等级和升级所需经验均为1，这也就意味着李建宇升级只需要1点经验而已。尽管对外显示的等级只有1级，但升级带来的属性却是实打实的。不过这么逆天的武器在自己手里始终是个烫手山芋，可在李建宇起了把它卖掉换钱的想法后，系统传来提示该武器已被李建宇绑定，那为今之计也只能稳住猥琐发育，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。随后系统再次弹出跳窗，这把武器竟然还属于一个套装，可剩下的4件装备凑齐谈何容易，他无力的瘫软在床上。现阶段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先把自己的属性提上去才是硬道。就在他环顾四周之际，突然发现耳边的蚊子嗡嗡叫个不停，一掌拍出任务目标完成+1，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连环快打。但在拍掉第10只蚊子的时候，却没有想象中任务完成的系统弹窗出现。这时他猛然发现墙角有一个物体的阴影出现，他猛地一抬头，当即吓成了猪肝色。怎么这系统老喜欢整高空坠物这一套？待到烟雾散尽，一个通体黄金的宝箱出现在面前，可当看到奖励竟是件破洞的无袖短袖后，他没有任何留恋，将这垃圾玩意扔了出去。恰逢此时刚好有人造访，于是这玩意就这么不偏不倚砸在来人脸上。可从对方的装扮上看，就不是一般的来路，尤其是对方衣领上的勋章更透露出猎人协会高层的身份。而这次对方前来主要是确认下李建宇变为1级的怪事。对方率先开口道自己是猎人协会第4部的队长，随后示意边上的副手用仪器检测下李建宇的情况。可一番检查下来，副手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。从仪器上看，李建宇的等级为1级，面板属性也跟刚发现他的时候一样没有变化。但队长的直觉告诉他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就算是门口卖冰棍的老奶奶等级也不止1级。于是他建议李建宇打开状态窗口进一步确认，只因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太过于诡异。其实李建宇已经猜到了其中的缘由，果然所有的属性都是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，等级也是仪器测出来的1级，不过未分配的属性点足足有50点。很明显这就是刚刚击杀的10只蚊子带来的收益。李建宇庆幸没有一开始就用掉这50点属性点，不然这次的检查可蒙混不过去。这时系统传来提示，让李建宇穿上隐形衣。不明所以的李建宇四处张望，刚好看到被扔在垃圾桶上的破洞短袖。可李建宇的系统弹窗只有他一人看得到，所以猎人协会的队长并不知道李建宇在找隐形衣。他眼神变得越发深邃，盯着李建宇，希望能从对方眼中得到他想要的答案。但李建宇却自顾自地捡起了破洞短袖，这可把队长看蒙圈了。刚刚李建宇可是要把它扔掉，无奈的李建宇只能开始狡辩。他表示破洞而已，缝缝补补还能用。见此情景，副手示意队长李建宇精神状态有问题。闻此，队长也不再对此深究。不过他临走前狠狠盯着李建宇，让李建宇一有什么状况一定要第一时间上报，尤其是觉醒了什么特殊能力之类的。送走他们后，李建宇更加坚定了猥琐发育的战略，因为一旦被猎人协会发现他身上的秘密，指不定自己会变成手术台上的小白鼠。而当他穿上这件破洞短袖后，没想到这也是灵魂绑定装备。与此同时，一块墨绿色鹅蛋大小的石头出现在他的身后，他拾起这石头端详了许久，最后还是做出了决定，将石头靠近破洞短袖。不曾想一阵金光卸下，石头竟然直接凭空消失，接着整件破洞短袖泛起绿色的能量。下一刻，系统弹窗显现出破洞短袖的介绍，原来这是一件非战斗状态的前行衣，只要蓝量足够能一直隐身下去。也许是鹅蛋石的功劳，前行衣上面的破洞自动修复。于是李建宇褪去身上的衣物，准备试验下隐身效果。看着镜子中没有自己的镜像，李建宇相当满意。随后他拾起自己的裤子，却发现隐身是有范围的。幸运的是，当他手持黄金匕首时能完全隐身，看来这两者适配度极高，以后甚至可以衍生出一种刺客暗杀打法，靠前行衣的隐身效果伺机而动，最后用黄金匕首的一击必杀特性秒杀敌人。想到这，他不禁为自己因祸得福而欢呼。等级降为1级又如何？有黄金匕首和前行衣在手，必将崛起。不曾想此时他的姐姐推门而入，他本想询问猎人协会的人来过没有，却看到了眼前社死到不能再社死的一幕，尖叫声瞬间贯
贯穿整个夜空。饶是作为姐姐，她也觉得李建宇该看看心理医生。调整完心态的李建宇重新踏上了征程。可当他准备前往地下城猎杀 BOSS 级怪物之时，眼前赫然出现了猎人机构的守备队。他们不仅仅是站岗那么简单，更多的是在这里收取通过的保护费。但好在李建宇手持重宝隐身衣，当隐身衣暴露在空气中的那一刻，整个人瞬间隐形。接着李建宇就这么堂而皇之在两个守卫之间穿过，可下一刻却被一个技能传感器拦住了去路。灵机一动的李建宇瞬间解除隐身状态，然后在通过门的一刹那瞬间切换，再次进入隐身状态。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一气呵成，用时 0.43秒。与李建宇那天下本不同，这里的地级副本入口处人影攒动，不过却没有一个人能发现隐身的李建宇。不幸的是，系统弹窗传来噩耗，原来剩余的蓝量只能支撑隐身状态40秒。念及此，李建宇当机立断，准备随便找个副本进入，可刚跑没几步，裤裆里的手机却震动了起来。原来是 B 级地下城通关失败，导致怪物跑出。猎人协会迅速号召附近的猎人前往12区肃清怪物，而12区刚好就是李建宇目前所在的区域。话音未落，身后的蜥蜴人手持武器破窗而出，但李建宇丝毫不慌，因为他的隐身还能持续40秒。可蜥蜴人竟不按常理出牌，径直朝他杀了过来，仅仅只是一击就将他打至濒死状态，他无力的瘫软在地上，隐身状态瞬间消失。原来隐身在等级悬殊太大的情况下是会被看到，可也是蜥蜴人的这一击让李建宇达成了黄金匕首的技能条件，生面值降为0时，获得10秒无敌，并拥有一击必杀特性。念及此，他迫不及待想要试验一下这神奇的效果。接着他心中暗暗呼唤黄金匕首的名字，就看到黄金匕首具现在他右手之上，而这便是灵魂绑定装备的方便之处。换出武器的速度比正常快了不是一点半点。就在他愣神之际，蜥蜴人帅气的脸庞瞬间占据了他的视野，但他身前却出现了个通体透明的防护罩。跟预想的一样，这透明的防护罩完完全全隔绝了蜥蜴人的当头一棒。随后蜥蜴人就这么呆呆的站在那里，这还是第一个受了他一棒还能站着的人类。随后他便看到这个人类瞬间暴起，看着眼前的黄金匕首，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到恐惧，因为下一刻他爆体而亡。跟预想的一样，一击必杀，一阵金光卸下，李建宇升了1级，可分配属性点增加5点，生命值魔法值瞬间全属性恢复。而因为黄金匕首的特性，他的等级重新降为1级。李建宇心中暗爽，有了这一击必杀的匕首，他扮猪吃老虎更加得心应手。就在这时，附近的猎人陆续来到12区寻找蜥蜴人，而李建宇心中所想的却是赶紧逃离，不然被看到他1级的等级竟然秒杀掉一只 B 级蜥蜴人，他身上的秘密全都会因此而曝光。可他还没跑远，又一只蜥蜴人破窗而出，上来二话不说就敲了李建宇一记闷棍。幸亏李建宇10秒无敌的状态还剩下1秒，同样一击必杀，还有最后一次出手的机会。不曾想李建宇一击秒杀掉蜥蜴人的这一幕，却被身后的猎人们看得一清二楚。他们本以为李建宇肯定是100级以上的英雄，可看到他头顶上顶着一个大大的1级，当即把李建宇看成了移动的 ATM 提款机。1级渣渣秒杀蜥蜴人，身上绝对有大秘密。就在这时，又有2只蜥蜴人手持武器冲杀出来，刚好帮李建宇拦下了其中的2人。而作为队长的大刀男当机立断放弃了他的队友。此时的他眼里放光盯着李建宇，他认定了李建宇手中绝对有破坏平衡的道具。这时迎面走来几位玩家，李建宇趁机进入隐身状态，光头不解地看向大刀男。原来这2人平常有一起下过本，在得知李建宇只有1级就秒杀掉了蜥蜴人的壮举，大刀男大胆猜测李建宇手里必定有着神话级以上的装备。光头附议，2人2一天作5，当即准备做掉李建宇功劳对半分。而他们对话的内容刚好被躲在暗处的李建宇全部记了下来。不过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眼下还是先找个副本才是上策。不曾想却踩到脚下的玻璃发出声响，瞬间惊动了还在谈话的鬼祟2人组。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大刀男手舞大刀奋力一挥，竟就将李建宇隐身状态打破掉。李建宇赶忙打开状态窗口，将剩余的35点属性点加在了敏捷上。在敏捷突破50大关的那一刻，他因此获得一个名为冲刺的技能，这移动速度提升50%的神技，在这种时刻简直是天降甘露。更幸运的是，前方竟然有一个地下城入口，故此李建宇当即开启冲刺技能。在进入地下城的那一刻，他还不忘给对方比了个国际手势表示慰问。对方就这么怔怔看着眼前的洞口，他们懊悔到嘴的肥羊就这么废了。大刀男提议在这里蹲点，等到任务失败，那家伙自然会被强行传送出来。只因刚刚的那个 C 级副本一个人是无法通关的，光头男却不这么认为，毕竟这个隐身的家伙可是能干掉 B 级蜥蜴人的存在。闻言的大刀男自信满满，因为在这之前他进去过这个副本，而这个副本相对有点特别，所以这个会隐身的家伙绝对活不下去。为躲避追杀的他只能逃进一个 C 级副本内。他扶着老腰一阵唏嘘，这副本的进入方式真要改一改，这么高的高度跳下来不骨折也得轻伤。他四处张望，发现一只怪物都没有，安静的让他以为这不是副本而是街道。这时系统弹窗提示10秒后开始战斗。见此情景，李建宇唤出黄金匕首进入战斗状态，任务目标是10分钟内肃清所有的怪物。随后一只90级的史莱姆突然出现在洞口处，这种级别的怪物让李建宇自信满满，这波稳了。然后史莱姆叫来了他的小兄弟，接着小兄弟叫来了他的小伙伴，最后小伙伴叫来了7大姑8大姨。这一刻李建宇双目圆睁，无法接受这一切，不带这么玩的。他无奈地看向手中的黄金匕首，也只能期待他的一击必杀没有冷却时间，但那也只是生命值归于0之后的事。现阶段还是先致力于多干掉几只史莱姆。话罢，李建宇当即开启新获得的技能冲刺，带着系统针对
对他的不甘冲向史莱姆，怎料史莱姆竟瞬间变换形态，转身蓄力，狠狠撞击在李建宇的腰间。巨大的力道让李建宇菊花一紧，不过他只要击杀掉其中一只，就可以瞬间升1级满状态复活。可当他好不容易将史莱姆一刀两断后，被切开的那一半史莱姆竟然长出了一只人畜无害的眼睛，随后就分裂成了2只45级的史莱姆。为了验证这是巧合还是必然，他再次切开了另一只90级的史莱姆，于是乎他成功将史莱姆的数量从2只增加到了4只。下一刻，史莱姆发挥出数量的优势，疯狂进攻，仅是呼吸间就将他死死包围住，动弹不得。他的体力更是瞬间锐减到堪堪5%。他奋力冲出史莱姆的包围圈，目标所指那只最弱的45级史莱姆，只要干掉了他就能满状态复活。可边上的史莱姆横空一拳打消了他的美好念想，甚至直接把他的帽子打飞掉，他的血量也毫无意外掉到了0点。另一边副本入口处，大刀男坚信李建宇必定会失败，因为没有人能在10分钟内干掉300只会分裂的史莱姆。可光头却相当不解，毕竟李建宇已经进入副本长达5分钟了。闻言的大刀男望向空洞的副本，心中一丝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，因为李建宇已经找到了突破口。他凭借生命值为0后黄金匕首的一击必杀特性，疯狂收割着史莱姆的人头，灭掉一只就是实打实的5点属性点。在他足足灭掉300只史莱姆后，可分配的属性点高达1500点。可他的等级因为黄金匕首的契约性还是降为1级，但1500点的属性点直接抵上普通猎人10年的升级量，而他仅仅用了9分20秒便完成了这项壮举。但他知道300只史莱姆只是一道开胃菜，作为 C 级副本必定会有更强大的 BOSS 存在。随后在这20秒的等待时间里，他赶忙收走刚刚300只史莱姆的战利品，随即他猛然想起刚刚的大刀男他们，那群家伙估摸着在等他任务失败捡便宜。不过他李建宇注定是要干掉 BOSS， 杀穿这个 C 级副本，狠狠打那般家伙的脸。可当 BOSS 现身的那一刻，李建宇双目圆睁，陷入了沉思。他没想到 BOSS 竟会是这在空中飞的飞龙，他疯狂地逃窜着，但凡跑得慢一步就会被飞龙的吐息烧得灰都不剩，而飞龙就这么盘旋在空中远距离吐息。他急需一个机会用黄金匕首的一击必杀特性直接秒掉飞龙，于是他望向刚刚击杀300只史莱姆掉落的物品，随后一把长枪巨现而出。虽然看着破破烂烂比不上黄金匕首，但是用来当标枪用绰绰有余。为了提升标枪的精准度，他甚至将冲刺的速度提升附加在标枪之上，可现实却是连飞龙的尾巴都没摸到。下一刻便迎来了飞龙爱的吐息，无奈的他只能夹着尾巴4字头去。他赶忙换出系统状态窗口，将刚刚获得的1500点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上。果然在高属性力量的加持下，这次掷出的长枪在飞龙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一击奏效的他将其他的武器一一掷出，在飞龙身上爆出了一串串美妙的数字，可这也彻彻底底激起了飞龙的怒。一发爱的吐息倾泻而下，避无可避的李建宇仅仅只是被擦到了一下后背，体力直接锐减了40%。随后飞龙迅速拔高在空中盘旋，找准时机的李建宇掷出了最强杀招黄金匕首，可飞龙似乎早有准备，直接迎了上去。爱的吐息竟然将黄金匕首的攻击弹开，更是一路喷射而下，带走了李建宇剩余的血量。也就在这一刻，黄金匕首一击必杀的特性条件达成，他重新换出黄金匕首，成与败都在这最后10秒钟。这一次掷出的黄金匕首拥有一击必杀的特性，一路势如破竹撕开了飞龙爱的吐息，去势不减如钻头般攻进他的头颅，一击奏效，飞龙的龙首瞬间爆开。就在这时，洞口处一阵惨叫声传来，原来是猎人协会第4部的队长协副手跟了过来。副手同样扶着老妖唏嘘道，他不认为这是李建宇做的。而队长环顾四周后也给予了肯定，毕竟这个飞龙可是 C 级副本中难度相当大的一个副本，除非他拥有着什么不为外人知的特殊技能。闻言，副手表示之前在医院就是他给李建宇检查的，当时的检测数值正常到不能再正常。但队长大手一挥，分配工作彻查通关副本的猎人，他们当即准备调出副本周边的闭路电视一一查看，只因上头已经下达了命令，1天内出结果。被一个未知的猎人通关了副本是他们最大的耻辱。而在他们通过传送门传送出去之后，隐身的李建宇正靠在墙边瑟瑟发抖，他以最快的速度冲回家中。他上网查询着不交过路费进副本的后果。这时他的姐姐推门而入，他本是来给李建宇送点吃的，可看到李建宇那心虚的表情，他缓缓开口，你该不会是去下副本了吧？闻言，李建宇当即吓得把牛奶全喷了，这女人的第六感也太准了吧。不过他还是打着哈哈表示自己可是只有1级。闻言，姐姐的眼神露出几分惋惜，她安慰李建宇当不了猎人也有其他能做的事。而在姐姐走后，他也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不交过路费进副本并不算犯罪，只需要补缴费用即可。不曾想他盘点着飞龙 BOSS 的战利品，却发现了一个属性逆天的项链。时光倒流到10秒钟前，就在他思索着怎么处理这条项链之际，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。胖子不知道该不该给李建宇打这个电话，他成功通过了猎人考试的考核，然而他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迫于生计要跟富二代组队下本。闻言的李建宇心头一惊，他当即来了兴趣，赶忙问细节。原来富二代即将迎来继承人的最后一场测试，考核内容为领导能力测试。念及此，李建宇一个绝妙想法迸发出来，画面一转，副本进口处，一身金甲的富二代慷慨激昂，鼓舞着士气。此次副本的第一要素就是安全，怪物没了可以再抓，人没了就真的没了。此时不远处隐身的李建宇默默观察着，没想到富二代这厮画大饼挺有一套。随后富二代自信满满来到猎人守卫跟前，只要他能关掉这个检测进入副本人数的装置，就能确保这次副本通关万无一失。在金钱的魅力下，他们达成一致，原本是一个4人本足足进了一个足球队的人，而这一幕全被一旁的李建宇尽收眼底。这时李建宇发现人群
群中的胖子。从这家伙闷闷不乐的脸色能看出他的不情愿，他始终觉得自己这么做间接伤害到李建宇。此时传送门入口处，富二代整装待发，他让所有人手牵手，以确保进入同一个副本。而在最后一个人进入副本后，李建宇缓缓照出道具窗口，拿出一块鹅卵石，有了这东西便能追踪到富二代进入的副本。随着李建宇缓缓走进传送门，一个让富二代崩溃的计划拉开序幕。另一边副本内狼蛛嘶吼声不断，富二代作为最高领导人挑起了大梁，面对副本上空不断袭来的狼蛛，以他现在的实力完全应对自如，而他骨子里还是看不起比他弱的猎人。不过为了继承人的身份，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。另一边胖子带领的队伍早已肃清了那边的狼蛛，富二代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初为了李建宇招安的胖子，现如今却成了自己最得心应手的左膀右臂。而在他小心翼翼推开 BOSS 房间大门后，却连一根毛都没见着。这时胖子走了过来，他将整个副本搜了个底朝天，硬是没看到半只狼蛛，应该是过副本的系统出了问题。闻言，富二代当即带着众人退出副本，再来一次。殊不知隐身的李建宇就这么站在房间里，这里的 BOSS 狼蛛就是被他一人所灭，而且这样的操作足足持续了3次。回到家后，他迫不及待上网看看富二代有没有发帖求助这个本，不曾想却看到另一则关于他的热搜：B 级猎人单刷 C 级副本还没有出现副本失败的消息。闻此，李建宇暗道：这下麻烦大了。但他不以为意，仍旧要执行那一项计划。殊不知他已经被一个有心人盯上。画面一转，李建宇决定第4次狙击富二代的副本 BOSS。不曾想富二代这次早早做好了准备，竟然下血本雇佣4名猎人把守住副本入口处。殊不知李建宇早已有了应对之策，在这之前他已将追踪石放入传送次元门之内，因此不需要靠近也能在远处强行传送进入。就在一身金甲的富二代进入副本的那一刻，楼顶之上的李建宇瞬间追踪到他进入的那个副本，下一刻强行开启传送门户紧随其后。画面一转，富二代疯狂打 call， 命令手下人加快推图速度。为了防止被抢手杀，更是选择了难度更大的副本。而李建宇则凭借隐身的优势杀出重围，早早脱离战场，前往 BOSS 房间抢手杀。在推开那扇尘封已久的大门后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狰狞的狗头，不对，是3个地狱3头犬。然而1级的李建宇自信满满，他心中早已有了必胜的攻略法，那就是在非战斗状态进入隐身，随后悄悄靠近，用黄金匕首一击必杀。不曾想自己背后却重重挨了一发魔法弹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竟然是个458级的骑士，而他此次的目的便是李建宇手中的黄金匕首。原来富二代之前被李建宇抢走3次 BOSS 后大发雷霆，正愁没有应对良策之际，胖子推门而入。这次他给富二代带来了一个利好的消息，有个猎人希望能加入他们的团队。闻言的富二代当即来了兴趣，随后询问了那人的等级，不曾想对方竟然是458级骑士级别的存在，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一幕。458级骑士屈尊加入富二代队伍只为黄金匕首，可李建宇却告诉他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这匕首，只因这武器是绑定装备，不然他李建宇早就把他典当掉什么麻烦。随后他更是爽快地将匕首抛给骑士，让他亲自确认一下真伪。只见骑士仔细端详着眼前的黄金匕首，果然在他手上显示已被绑定。下一刻他心生一计，那便是把李建宇干掉，爆出黄金匕首。闻言李建宇意念一动，召回黄金匕首，这就是他敢把匕首扔给骑士的屏障。可当短兵交接真正上演之时，对方的力量却是让他没有任何意外败下阵来，手中的武器更是直接被骑士打飞掉。慌乱之际，他赶忙照出系统弹窗，将所有剩余未分配点数悉数梭哈给力量。随后他一压帽檐，准备进入隐身状态，再寻找机会一击必杀骑士。不曾想他的隐身却被骑士一眼看穿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此时胸口已被对方的骑士长枪洞穿，可却也因此获得了10秒无敌的特性。形势在这一刻迎来了反转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一幕是，这458级的骑士竟然拔腿就跑。原来对方早已摸清黄金匕首10秒无敌的特性，他要做的就是拖延住这黄金10秒。另一边李建宇看向不远处的地狱3头犬，黄金匕首深深刺入是开始也是结束，地狱3头犬毫无意外被李建宇一击必杀。与此同时，在被击杀的那一刻，传送门瞬间出现，李建宇击杀5只 BOSS 的任务提示完成。接着他熟练地收起地狱3头犬击杀的战利品，随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传送门中，丝毫不理会身后骑士的无情嘲讽。骑士怒不可遏，提剑就是一个冲锋。李建宇就这么默默看着骑士，他早已看穿了骑士的动作，他抬脚就是一个侧踢，结结实实击中骑士的头盔。不曾想骑士的庐山真面目露出来后，却让李建宇感到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对方竟然是个女生，不准确的说应该是个少妇。见状他挥了挥手作势准备离开，可却被传送门弹了回来。只见传送门竟然被一股未知的力量封印住，他不解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还真有人闲到花重金封住传送口。可当他看到身后来人之后也释然了。富二代一脸自信地看着他，这一次我看你往哪儿跑。而女骑士竟是大名鼎鼎的猎人韩世隐。与此同时，李建宇触发隐藏任务剧情，因为条件限制只能使用1次毁灭打击。此刻剧情也迎来了巨大反转，只因富二代怀疑女骑士跟李建宇是一伙。这段时间李建宇连续3次抢完 BOSS 顺利逃脱，而这只有强大的猎人在他后面帮忙才能做到。那个人就是你，猎人韩世妍。闻言李建宇猛地一惊，韩世妍可是以独断专行闻名的顶级猎人，
经常在没有工会支援的情况下单通高难度副本。可下一秒韩世妍立马撇清关系，我跟那个穿着无袖服装的人没有任何交集。很明显，这解释富二代并不买账，他手里长剑一指，这两个人今天都得留在这里。闻此，韩世妍褪去了笨重的骑士盔甲，露出盔甲下丰满的姿态。既然言语无力，那就用武力解决你们。李建宇见状试探性开口：美女，我2R一天做5，暂时结盟如何？可韩世妍却没有丝毫犹豫拒绝之，他希望李建宇早点嘎掉爆出黄金匕首才好。而李建宇看着眼前的小嘎嘎，却泛起了愁，看来自己的秘密终究还是瞒不住。于是，在韩世妍疑惑的目光下，李建宇打开了背包，随后拿出了之前收集的升级石，下一瞬犹如指引般全部被无袖短袖吸收掉，眨眼间他就长出2节短袖鸟枪换炮，升级的同时更是进化出一个新的技能鹰眼。与此同时，李建宇眼前出现了新的系统弹窗，隐藏任务条件达成，是否前往隐藏 BOSS 房间？见此，李建宇毫不犹豫地点击 Yes 前往。这时，整个大厅开始阵战地动山摇，秘密任务被封印的亡灵得到了解放，请玩家击杀 BOSS 或者被召唤的怪物。紧接着，地面龟裂沙势滚滚，眨眼间就在富二代身前形成一道山堑。他不解李建宇这小子究竟在耍什么花招，而在那山堑之下，怪物正前赴后继攀爬上来。此时，因为隐藏任务的特殊设定，李建宇的毁灭打击也被限制，只能使用一次。看着这群等级均为问号的精英骷髅怪，李建宇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只能用一次毁灭打击，这还打个毛？话音未落，身后一道破空声袭来，天真的红毛以为干掉李建宇危机就能解除。你小子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可他那势在必得的一击却被胖子挡了下来。随后胖子回头赶忙示意建宇离开，然而下一刻长剑却被黄金简一刀两断。胖子没想到自己的实力如此卑微，在一声惨叫声后，他失去了再战的资本。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求饶，胸膛再一次受到红毛重重的脚踢，他双目圆睁，舌尖一甜，一口老血涌上心头，却强撑着伤势一口老痰吐到红毛脸上。他虽败了，但心没有败，你不过是等级比我高一点罢了。红毛这一刻当即被点燃了真火，手持黄金锏准备了结眼前的胖子。这时一道人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来，黄金匕首死死挡住黄金锏的强烈攻势。来人正是刚刚分配完属性点的李建宇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李建宇自信满满看着红毛下压的黄金锏，刚好可以试试我刚获得的技能鹰眼发动。红毛的动作在李建宇眼中当即放慢了100倍，这就是鹰眼的威力，这跟刚刚的韩世妍比起来差了不是1点2点。红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他的攻击还没落下，自己身体就被李建宇砍了9981刀。李建宇看着手中的黄金匕首很是满意，即使不用毁灭打击也能轻松秒杀。而胖子此时的嘴巴张成了 O 型，这强到没边的人还是我所认识的李建宇吗？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人看着这一幕呆在了原地，只因红毛可是101级的高级猎人，就连韩世妍也投来了几分赞赏的目光，他开始有点认可李建宇的实力。见此，富二代只能重新给手下人打鸡血，他不断强调李建宇只有1级的事实。此时李建宇早已被点燃了真火，只因富二代动到了他所在意的人。他手中的黄金匕首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回应着，这一刻李建宇的战意攀升到最高点，可下一刻却戛然而止。大哥们，你们好哇！只见在他身前赫然出现了3尊精英级骷髅怪，那摄人的威压当即将李建宇的战意浇灭掉。另一边一身金甲的富二代也迎上了精英级骷髅怪，从他便秘的表情不难看出他快撑不住了。此刻场上最得心应手的莫过于李建宇，只因他早已将属性点分配在了力量上。他扬起手中的黄金匕首，划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，仅仅只是一击就了结眼前的骷髅怪。伴随着击杀提示，李建宇瞬间满状态复活，他自信满满通关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即使不使用毁灭打击，但黄金匕首光就神话武器这一属性足以支撑到最后一刻。这时胖子还没来得及喝下手上的药品，旁边精英级骷髅怪的攻击即将落下。关键时刻，李建宇高高跃起，手起刀落，一刀斩落精英级骷髅怪的首级，救下胖子。胖子一脸震惊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曾几何时自己护着的李建宇站起来了。另一边的小嘎嘎同样满脸的不可置信，这是1级小猎人该有的实力吗？仅仅一击就秒杀了精英级骷髅怪。富二代脑子一转，想到了那种可能性，那把黄金匕首一定是他的哥哥们给李建宇的，一定是他们为了宣泄继承人考试中被淘汰的不甘，才花重金给予了李建宇黄金匕首来抢他的宝。闻言的李建宇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掉，这黄金匕首明明是他千辛万苦得到的，到他们嘴里反而变成别人送的了。这时另一边韩世妍的战斗拉回了李建宇的视线，手中长剑每一次斩击就能带走一只骷髅怪，那纵享丝滑般的连招犹如在跳芭蕾般令人心动。闻此，李建宇的脸庞当即泛起了2抹红晕。这时李建宇猛然发现韩世妍身后突然冒出一只骷髅怪，可韩世妍的目光却是转向了另一侧，此刻再提醒已经来不及了。危急时刻，李建宇直接甩出了黄金匕首，在韩世妍不明所以的目光下结果了骷髅怪。随后李建宇意念一动，召回黄金匕首，在韩世妍面前狠狠秀了一把。刚刚只是手滑了一下，匕首脱手而出，如果不小心影响到你了，还请见谅。韩世妍没有任何回应，转身留给李建宇一个背影。下一刻，在李建宇讶异的目光下，韩世妍高高跃起，越过李建宇，手起刀落，一剑结果了李建宇身后的骷髅怪。礼尚往来，弟弟，姐不欠你了。这时李建宇对着对面3只弱鸡开始了嘲讽，对此韩世妍表示不解，光是骷髅怪就有点应接不暇了，你惹怒那些弱鸡有什么用？与此同时，李建宇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我也会帮忙的。原来是胖子喝下了李建宇的药瓶，已经恢复，迫不及待的他恳求加入战场。然而这时一道突如其来的断层拦住了对面3弱鸡，与此同时李建宇边上也出现了断层，
竟就将李建宇一人单独隔离开来。原来隐藏任务第1阶段已经完成，现在断层是第2阶段的任务，玩家需要做的是在2分钟内移动到安全地带。这时手持大刀的弱鸡一个不慎掉入了断层之中，伴随着惨叫声缓缓传来，他就这样失去了气息。李建宇很清楚当务之急是跟对面的韩世炎和胖子会合，可看着眼前的断层越来越宽，李建宇当即没了脾气，跳过去的话只能跟刚刚的弱鸡一个下场。尽管很舍不得，李建宇还是掏出了之前的战利品项链，只因他的主动技能逆行能强行回溯到10秒前。这时身后突如其来的攻击打断了李建宇的施法，富二代这阴魂不散的家伙这时候冲杀过来，他陷入如此险境全都拜李建宇所赐，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一人咎由自取。李建宇扬起黄金匕首挡住了这势在必得的一击，不曾想忘记了背包还处于开启状态，震动过后物品接二连三散落在地，一同散落的还有李建宇心痛到滴血的心，要知道这可都是钱啊！怒不可遏的李建宇抬起右脚准备逼退富二代，与此同时富二代的攻击也落到他身上，最终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果，两人双双掉落断层之中。李建宇看着底下的断层，脸上露出讶异之色，难道我的生命就这样到尽头了吗？这时他突然发现左手握着什么东西，没想到逆行项链还在手上，原以为他刚刚也掉到了地上，果然上天都不愿意收我。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逆行发动，可项链一顿操作猛如虎带着李建宇回速，结果却在距离地面 0.5 米处停了下来。李建宇带着不甘急速下降，这10秒为什么能这么短？只见一个曼妙的身影猛然占据了李建宇的视野，韩世炎飞身而下止住李建宇下降的身影。同样功不可没的是胖子，要知道他足足拉了2个人上来，而等到尘埃落地，却看到李建宇这小子满脸通红，只顾着撩妹。很显然韩世炎关心的不过是黄金匕首罢了，可胖子则一脸黑线，这波狗粮吃得他心碎啊。这时李建宇身后传来了阵阵声响，就在他以为还有怪物即将攀爬上来之际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富二代那不服输的身影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富二代的长剑狠狠插在结实的土地之上，李建宇和胖子双双不可置信。很显然富二代凭借顽强的意志攀爬了上来，而且还是执着的在墙上一步一步定着剑上来。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下，富二代丢掉手中长剑，自顾自的在地上翻找着什么东西。下一刻他拾起李建宇之前掉落的狼蛛豹徽章，这是他通过继承人测试的必需品。李建宇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如此执着的富二代，心中不禁暗叹这人果然是个疯子。就在富二代得意忘形欢呼之际，一个巨大的身影猛然占据了他上空的视野。富二代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他的脖子已经被挤压成一种无法言语的形状。下一刻地面龟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，富二代在这一瞬间直接化为了虚无，一起消失的还有刚刚富二代站着的那片支撑。闻此李建宇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始作俑者。第3阶段的任务在这一刻开启，任务目标抹除眼前这个等级为问号的塔尔塔罗斯。富二代那边的人见状转身拼了命地朝传送出口跑去，因为他们老板富二代都没了，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留在这里卖命。然而下一刻他们没有任何意外被弹了回来，只因之前富二代为了狙击李建宇用了封印石，没想到封印石竟然没有跟着富二代一起消失，为今之计只有击杀掉任务 BOSS 才能离开副本。胖子一脸的不知所措，他看着眼前的一幕已经吓傻了，不只是他，就连李建宇也猛地一惊，因为他看到了新的召唤物影子骑士，同样等级都是问号的存在。更要命的并不是只有1只2只，而是整整一个骑士连。闻此小嘎嘎们无力的看着眼前的影子骑士，他们声嘶力竭的呼喊着救援，可他们的呼喊是那么的苍白无力，影子骑士仅仅一个冲锋就将他们斩于马下。李建宇就这么看着影子骑士团虐杀着小嘎嘎，并不是他不想，就只是他能力有限。这时上空的塔尔塔罗斯出手了，跟之前秒杀富二代那一拳如出一辙。刚刚站立在那里的小嘎嘎们不见了踪影，而塔尔塔罗斯拳头之上的血雾宣示着他们存在着。李建宇3人看着眼前的一幕陷入了沉思，仅仅只是一击就带走了小嘎嘎们所有人。更糟糕的是，此时影子骑士团发现了李建宇的存在，此时他们策马扬鞭一个冲锋杀了过来。这时韩世炎突然冒出了一句话，我看你刚才打架的时候一直没有使用毁灭打击，难不成是受到了限制吗？闻言的李建宇面露微笑给予了肯定，还真被你猜中了，眼下只能使用毁灭打击一次，那你还在这待着摸鱼吗？赶紧上呀，难道还真要我等你嘎了拿走黄金匕首吗？闻此李建宇也不再迟疑，一声轻喝唤出黄金匕首，他就这么死死盯着疾驰而来的影子骑士团，仅仅只是一个照面血量瞬间掉了一大截，但李建宇紧咬牙关挺了下来。阿丹西跪地杵在地上，眼神依旧坚定，还差一点，再来一下血量就能到0触发10秒无敌。不曾想影子骑士在这一刻身影慢慢消散，呼吸间完全消失，进入了隐身状态。见此情景，李建宇当即发动鹰眼技能，李建宇疯狂地向着四周扫视着，影子骑士的身影瞬间无所遁形。随后他扬起匕首划出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，攻击全范围覆盖住影子骑士团。然而由于连番大战，他的疲劳度高达 80%， 此时的攻击完全无法造成显著的伤害，于是他破釜沉舟，放开防御冲向影子骑士。未经之计也只能祭出那张王牌了。跟预想的一样，李建宇的血量瞬间清零，而他也因此达成毁灭打击的条件，10秒内无敌并获得一击必杀特性。李建宇高高跃起，眼中洋溢着自信的光芒，反击的号角在这一刻打响。毁灭打击之下，众生皆蝼蚁。这一次黄金匕首划出的完美抛物线神挡杀神，7秒钟，李建宇足足用了7秒钟肃清了影子骑士团，可他的技能也因此全部用完，只剩下3秒钟应对最终 BOSS 塔尔塔罗斯。
而且只能采取近身肉搏战。下一刻，塔尔塔罗斯讪讪一笑，拳头挥舞着，带出一阵狂风，呼啸着袭向李建宇。闻此，李建宇笑得越发癫狂，还真是瞌睡时有人送枕头。在黄金匕首接触到塔尔塔罗斯拳头的那一刹那，毁灭打击技能发动，塔尔塔罗斯没有任何悬念，直接化为了虚无。他无力的呐喊着，希望以此来改变被毁灭的命运。然而这都是徒劳的。李建宇无力地处在原地，此时他的疲劳度再一次攀升。这时韩世妍的声音传了过来，他大声呼喊着李建宇让他躲开。闻言的李建宇不明所以地望向他不知道要躲开什么。下一刻，一把长剑猛地洞穿李建宇的胸膛，长剑止不住去势，还在一步步向前。李建宇在这一刻当即绷不住了，两眼一翻，直接晕死了过去。紧接着身后猛地一个踹击，将李建宇猛然踢醒。始作俑者竟然是已经死去的富二代，可看着他头顶上红色满是问号的等级，毫无疑问他已不再是人类了。就在之前，他被塔尔塔罗斯一拳砸下断层之际，他看到了断层之上的李建宇，心情久久不能平息。此刻他的不甘如泉涌般喷涌而出。这时有个诡异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：放弃做人吧，我将给予你力量。富二代看着眼前是否放弃做人的系统对话框，他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狰狞的狞笑。放弃做人又何曾不可？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点击 Yes 按钮，不再做人。所以就出现了富二代魔化归来的这一幕。隐藏任务在这一刻迎来了刷新，解决眼前放弃做人魔化后的富二代。这时李建宇身后的胖子提着大剑就是一个冲锋，此时的他满血满蓝冲了过去。富二代单手一抬空手接白刃挡下胖子的攻击，下一刻胖子的脸庞如遭重击，整个脸扭曲的看不出人样。李建宇看着胖子飞出去的身影，久久不能平息，那头栽葱的角度看着都疼。待到烟雾散尽，胖子满嘴血迹，早已失去了气息。这时韩世妍挺身而出，亮剑杀了过来。富二代再一次空手接白刃，复刻刚刚的做法。韩世妍的长剑在南寸进被死死钳制住。下一刻，富二代43码的大脚印在他平坦的小腹上。韩世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458级骑士降维打击，最终也落了个一脚秒杀的地步。眼下这最后一丝血皮即将被富二代彻底抹杀。李建宇心急如焚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可此时的他所有攻击技能都进入了冷却。一声巨响，富二代的攻击竟然落到了空处。他不可置信看着刚刚闪过的身影，原来是危急时刻李建宇发动隐身技能，在抱上韩世妍的那一刻一起隐身躲避攻击，可最后却迎来了韩世妍的谩骂：你是笨蛋吗？而李建宇则深情款款望着扬怒的韩世妍，他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爱的鼓励，可这爱的温存才持续了3秒钟，身后的富二代便提着长剑缓步走来打扰雅致。李建宇没有选择迎难而上，临走之际他对韩世妍留下遗言：待他死后这把黄金匕首就归他了。闻此韩世妍怒斥李建宇：开什么玩笑，给我活下来啊！混蛋，果然你还是关心我的，等我。可李建宇此时却没有任何角度赢过富二代，只因现在没有体力，没有技能，但他依旧意志坚定如铁，提剑就是一个冲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瞄准要害之处一击必杀。可真对上了那把长剑，别说瞄准要害攻击了，就连抵挡都成问题。此时右手已经被富二代的攻击震麻掉，李建宇艰难地把匕首换到左手，一个上挑再次被富二代的长剑架住，而且巨大的力道更是让匕首脱手而出。紧接着李建宇胸膛狠狠挨了富二代一击膝撞，然后一把下压的长剑猛然占据了李建宇的视野。慌乱之际，他低喝一声召回黄金匕首，险之又险，堪堪挡下这势大力沉的一击劈砍。难道我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吗？此时李建宇的疲劳度上升到 95%， 他仿佛已经看到地府的孟婆在向他招手。他原本只想简简单单过平凡的生活，事情发生到这种地步，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？旋即他紧咬牙关坚持了下来，只因他想起了自己当猎人的初衷。这时李建宇一脸疑惑望着眼前的一幕，只见一条泛着红光的绳索猛然占据了他的视野，而绳索的尽头赫然是魔化后富二代的心脏。李建宇无力地抬起黄金匕首，只因绳索里有个声音呼喊着他，让他跟着他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。下一刻，黄金匕首大展神威，仅仅一个照面便将富二代的长剑一刀两断。失去武器加持的富二代战力依旧恐怖，他挥舞着拳头，虎虎生风，再次攻向李建宇。而李建宇一个侧身闪过后，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将黄金匕首刺入富二代胸膛，伴随着黄金匕首发出嗡嗡声回应着。毁灭打击在这一刻绽放着耀眼的光芒，没有任何意外，富二代化为了虚无，而被黄金匕首毁灭打击处决的对象连渣都不剩。李建宇无力地跪倒在地，连番的持续战斗让他的疲劳度再次上升 5%， 此时已经达到了 100% 的临界点，他再也支撑不住，彻底昏死过去。弥留之际，他仿佛感受到了倾盆大雨，他看到了地上密密麻麻的怪物尸体，而且这都是未曾见过的高级品种，边上同样散布着失去气息的人类。可李建宇很清楚自己没见过这些人。李建宇感受到自己雨水拍打在身上的触感，但总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无法用言语表达。这时身后的眼镜男缓缓开口：怎么了？难道还有怪物没清理干净吗？男人自信满满：没有，只不过这一战牺牲的人类太多。李建宇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男人，怎么回事？难不成疲劳度达到 100% 后附身在这男人身上？男人看着地上牺牲的人类叹息不已，要是这些同胞也能拥有猎人技能，或许就不会躺下。闻言，眼镜男否定了他的看法，只有站在顶端的猎人才能解决上级怪物。闻此，男人依旧有点愤愤不平。
尽管他拥有着最强大的力量，可他的愿望却是守护整个人类。眼镜男一声怒喝，拉回了男人的思绪。与其这样悲天悯人，倒不如多杀几只上级怪物来的痛快。闻此，男人猛地一惊，眼下还有最后一个办法阻止这场人类浩劫，那就是找到神石，让世界恢复原样。而就在眼镜男还准备说点什么时，李建宇眼前一黑，完全失去了意识。等他再次睁眼，却出现在了一张完全陌生的床上。好在此时还穿着衣服，他望着眼前富丽堂皇的一切，陷入了沉思。在他印象中，他可不记得结识了这样富裕的人家。这时他突然发现了一扇与众不同的房门，只见周遭散发着一股骇人的威压。李建宇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，缓缓靠近那个房间。就在手即将碰触到门把手的那一刻，高压电发动，李建宇因为强烈的电流攻击陷入了短暂的瘫痪。而在李建宇倒下的同时，身后一个身影缓缓出现，竟然是女猎人韩诗妍。他非常佩服李建宇的运气，别墅里这么多的房间不碰，偏偏要去碰唯一设有陷阱的房间。这时李建宇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，因为这人在他刚刚的幻想中出现过，而这高达871级的顶级猎人竟尊称韩诗妍小姐。眼镜男告诉李建宇，现在名门公会介入了这件事，而他作为韩诗妍的支持者，一直都在默默支持着他。闻此，李建宇提出了心中的疑问，只因名门如此赫赫有名的大公会，怎会如此大费周章帮助独行者韩诗妍呢？而且自己又为何能得到871级猎人的帮助？眼镜男没有说话，他只是将李建宇的黄金匕首拍在了桌上。在这之前，他从韩诗妍口中得知，要是黄金匕首不是灵魂绑定装备的话，早就被李建宇卖掉。眼镜男不解，只因这把黄金匕首能让普通猎人成为英雄，可李建宇却志不在此，他成为猎人只不过是想赚钱过更好的生活罢了。得到李建宇有出售黄金匕首的打算后，眼镜男当即表示会开出一个李建宇无法拒绝的价格。只要在丢失的土地那里交易，就能无视灵魂绑定这一特殊设定进行交易。那是一片因为攻克副本失败而被怪物占领的土地，可却也因此能无视各种特殊设定。韩诗妍率先开口：1000亿韩元买断李建宇的黄金匕首。李建宇不解，神话武器固然稀有，但1000亿韩元远超这把黄金匕首的价值。他希望能知道真正的理由。闻言的眼镜男打断了两人的谈话，只因这个真相不能告诉李建宇。可韩诗妍觉得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辛，他告诉李建宇，只因这把黄金匕首是他哥哥的武器，他的亲哥哥大巨变最初的猎人韩成俊的遗物。眼镜男希望李建宇能按耐住好奇心，保守这个秘密。只因韩成俊的资料在猎人协会里属于高度机密，李建宇深究下去必定会给家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闻此，李建宇权衡利弊，决定不再多问。以郑时勋为首的猎人协会的能力完全能把自己扼杀。可李建宇看着手中的照片，却突然反水，他表示自己改变主意，不想卖武器了。闻言的眼镜男按耐不住，准备拔出腰间的短刀，这可把李建宇吓成了猪肝色。闻此，眼镜男收刀，自顾自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协议书，内容看着中规中矩，无非就是1000亿买下神话级武器黄金匕首。可李建宇看着最后一条协议，却泛起了愁，竟然要求他要接受韩诗妍的监视和跟踪。闻此，李建宇瞬间暴起，他不会屈服于这不平等条约。紧接着，韩诗妍带来了另一个重磅消息，因为猎人协会已经知道了黄金匕首的存在，李建宇不签协议，那也只能将匕首拱手让给猎人协会。可李建宇实在是不想签这协议，因为他还发现里面写着韩诗妍死亡协议作废，这可把李建宇给整懵了。凭什么韩诗妍死亡要回收他的合同金？就在李建宇和韩诗妍吵得不可开交之际，眼镜男表示他有一计可以完美解决。然而两人依旧不理会他自顾自的争吵。见此情景，眼镜男掏出了他那30米长的大刀，随后他缓缓道出了解决方案，那就是两人结婚。不管是韩诗妍需要的密切监视，亦或是李建宇想要的足额1000亿韩元，只要两人结婚，都能得到完美的解决。这么一个连大明星都比不上的漂亮老婆，谁能拒绝的？李建宇当即同意了下来，不过还是要委婉一下，表示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可他俩没发现的是，韩诗妍此时犹如杀神降世，整个房间都充斥着他那无形的杀气，伴随着阵阵惨叫声，他们所处大厦的那一层玻璃尽数爆裂。看着李建宇被揍成猪头的脸庞，很明显他屈服了，含泪签下了韩诗妍那不平等的协议书。此时李建宇的属性也完完全全暴露在韩诗妍面前。可韩诗妍不解，李建宇这比自己还弱的属性怎么就能干掉富二代呢？而李建宇也说不清其中的所以然，他只记得弥留之际眼前出现了一条绳子指引着他。闻此，韩诗妍决定不再深究那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他猛然想起击杀富二代时没掉落战利品，为此他决定再次前往那个副本查探一番。而李建宇因实力低下被留了下来打扫卫生，百无聊赖的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消遣时间，却意外发现电视正在播报他们下副本的事迹。地级副本内20多名猎人无故失踪，唯一一位幸存者却陷入了昏迷。闻此，李建宇猛地一惊，这可是他最好的兄弟胖子金明熙。当天夜里，李建宇摸到了胖子所在的医院，可出入口早已被猎人协会的人围得水泄不通。然而李建宇隐身前行衣在手，这种程度的防御线完全拦不住他。以李建宇目前的蓝量来推断，他的隐身状态能持续8分钟之久。随后他尾随一个记者来到医院的住院区，可偌大的区域愣是一个人影都没看到，很明显这里早已被猎人协会的人控制住。经过一间一间的寻找，他总算找到了胖子的房间，可这房门把手上却有着韩诗妍别墅里一样的禁制，这更加确定了胖子在这里面的可能性。突然一只大手猛然占据了李建宇的视野，
紧接着胖子突然出现，示意他不要出声。原来这都是猎人协会设下的陷阱，为的就是将副本20多人失踪的幕后黑手引出来，而这背后的操盘手就是猎人协会的郑世勋。只因他把这个事件定义为杀人事件，而杀人凶手肯定会来灭掉金明熙这一活口，因为副本的次元门入口那存在追踪时的痕迹，所以郑世勋把这定义为仇家追杀富二代的事件。闻此，李建宇当即头疼起来。他原本只是想抢掉富二代的 buff 而已，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。话音未落，胖子从身后慢慢掏着什么东西。不得不说，胖子藏东西的手段确实非同凡响，只不过这气味属实有点熏人。原来击杀魔化富二代的战利品就是这颗紫色珠子，能够通过它进入一个新的副本，完成隐藏任务。此时距离珠子的使用时效只剩下11分钟不到。恰逢此时有人推门而入，而李建宇见状立马进入隐身状态。来人正是猎人协会的郑世勋。他本想询问胖子为何在这个房间，可却意外发现半空中悬浮着一颗紫色珠子。后知后觉的李建宇这才知道紫色珠子没跟着自己隐身，看来这玩意是任务物品，不在隐身行列。下一刻医院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，猎人协会的郑世勋竟然追着一颗珠子跑，这一幕也被边上蹲点的狗仔记者拍了下来。然而李建宇此时早已使用紫色珠子进入副本之中，不曾想他的身影却在最后一刻被记者拍了下来。进入副本的李建宇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幕思索着，这时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李建宇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”李建宇不可置信地看着男人，这人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话说回来，神秘大叔跟韩成俊还真有点像。李建宇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口处，神秘大叔掏出一根注射器狠狠插在上面，紧接着一脚将李建宇踹了出去。他声嘶力竭地呼喊着：“说好的隐藏任务奖励呢？”楼顶上，神秘大叔喃喃道：“小子，接下来就看你的造化了。”急速下降的李建宇被风迷了眼，突然之间一阵困意席卷全身，终于他再也扛不住上下眼皮打架，闭上眼。等到他再次睁眼，却看到了眼镜男的身影。此时眼镜男焦急呼喊着面前的男人，因为他刚刚昏死了过去。李建宇感受着眼前如此真实的触感，很明显他附身在韩成俊身上体验尘封的记忆，而他这一次面临的对手竟是塔尔塔罗斯。好在之前隐藏副本李建宇曾经击杀过他一次，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这一次也将得心应手。一声低喝唤出黄金匕首，即使附身在韩成俊身上，依旧不影响李建宇发挥。可与想象中的一击必杀不同的是，韩成俊竟然被塔尔塔罗斯一巴掌轰飞。他艰难从地上爬起，不可置信看着眼前的一切。这剧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才对啊！眼镜男呵呵一笑道出了所有。他示意韩成俊，塔尔塔罗斯只有头顶的宝石才是弱点。闻此，韩成俊欣然点了点头。既然知道弱点所在就好办了。韩成俊自信满满，胜利在望。接下来只要找个会飞的猎人带他飞上去就完事。闻言的眼镜男一脸便秘的表情，因为他可不会飞啊。闻此，韩成俊挥了挥手告别了眼镜男。当务之急是寻找会飞的猎人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猎人与怪物战得如火如荼。场面一度陷入难舍难分的境地。这时韩成俊一眼相中了边上一个小小的身影，只见他目光坚定如铁，将长剑刺入怪物体内。下一刻，韩成俊一个瞬身来到小孩跟前，一个斩击帮他了结正在激斗的怪物。随后韩成俊问出了心中所想：“小孩，你会飞吗？”紧接着他指了指上空的塔尔塔罗斯：“有没有办法带我飞到那怪物脑袋上？”小孩遗憾地表示他飞不到那么高，最高也就只能飞到肩膀处而已。闻此，两人2-1天作5，当即准备大干一场。可小孩却悻悻然看着韩成俊，有点发慌。此时附身的李建宇明显感受到一股不安，看来韩成俊这家伙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于是乎，在小孩的帮助下，韩成俊飞了起来，目标直指塔尔塔罗斯。转瞬间，小孩就将韩成俊送达目的地。韩成俊自信满满，接下来就轮到自己的个人秀。他一步踏出，朝着塔尔塔罗斯发动冲锋，就跟预想的一样，击碎塔尔塔罗斯头顶的宝石。失去宝石的塔尔塔罗斯发出震天巨吼，他的生机随着吼声的衰弱而消散。与此同时，失去支撑的韩成俊由天空坠落，他赶忙打开背包，寻找着能够缓冲的物品。随后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效果没卵用。看着越来越近的地面，李建宇也坐不住了，难道自己也要这么砸死了吗？关键时刻，刚刚的小孩站了出来，他紧紧抱住急速下坠的韩成俊。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韩成俊被一个小孩给救了？他一脸感激地望着小孩，询问着小孩的名字。怎料小孩却报出了个意想不到的名字：郑世勋。李建宇不可置信看着眼前的小孩，这小娃子竟然是现在猎人协会的扛把子郑世勋。画面一转，李建宇的思绪重新被拉回现实世界。与此同时，他身后竟长出了一对黄金翅膀，而就在他距离地面还有半米之际，他的黄金翅膀因为蓝亮见底瞬间消散。于是乎，他便用帅气的脸庞跟地面亲密接触。待他起身后，却发现神秘大叔出现在身后。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一把揪过神秘大叔，可他却从神秘大叔的身上直接穿了过去，仿佛在那里的只是一个灵魂。他怒不可遏地质问着大叔为什么这么做，而大叔却表示这是一个考验。为了弥补李建宇，神秘大叔决定解答他一个问题。于是乎，李建宇想起了跟韩世妍的不平等条约，他思索了一番，开口询问黄金匕首可否转让。闻言的神秘大叔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模样，最后却表示他也不知道，因为灵魂绑定装备只有设计师才知道转让方法。不过很显然现阶段是不可能见到设计师的。李建宇自信满满询问到：“设计师是韩成俊吗？”神秘大叔看破而不说破，这个答案等你收集到完整的套装自然知晓。而此时天空中的10个箱子里有着第3件装备的钥匙线索，这一次剑雨能否激活小套装的效果呢？
神秘大叔示意剑与任务的要领在于节省燃料，现阶段光飞行黄金翅膀还能持续48分37秒。随着一声暴喝，剑与原地起飞，10个箱子他全都要。幸运的是，每一个箱子都散发着威压，便于寻找。伴随着剑与缓缓落地，第一个箱子迎来了他的处女秀。剑与的手忍不住颤抖起来，控制不住自己将纸条揉成团。谁能想到箱子里竟然还能放空纸条啊！此时上面的神秘大叔传来阵阵嗤笑：“小子，出现纸条总比怪物好啊！”闻此，剑与不再过多纠结，一个迸发朝着下一个箱子前进。从威压不难判断，第二个箱子在大楼里。剑与围着大楼绕了一圈，硬是没找到出入口，不禁疑惑箱子是如何进去的。关键时刻，神秘大叔提醒剑与使用翅膀的技能，可以暂时将身体转换为精神体，以此穿过物体。闻此，剑与当机立断开启技能转换为精神体。为了节省魔力，当半截身体进入大楼后，他解除了技能。怎料下一刻，他整个人被弹飞出大楼。原来解除该技能时，如果身体没有完全越过障碍物，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。见此情景，他不再考虑魔力的消耗。这一次，他毫无意外进入了大楼。可他走进箱子后，却发现这玩意竟然会移动。难道说箱子里的钥匙是活物？就在剑与愣神之际，箱子瞬间炸裂，竟是之前消失不见的猎人协会队长郑时勋。这一刻，剑与任何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。紧接着，右肩结结实实挨了一剑。郑时勋毫不犹豫地出手了。李剑宇出现在这里，足以说明这一切。郑时勋将以嫌疑犯的身份逮捕他。闻此，李剑宇依旧想要解释，可郑时勋认死理，就是要把他押解回去，完全不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。闻此，他只能向神秘大叔求助，可依旧没法得到有效性的帮助。神秘大叔无法在挑战者之外的人面前露面，而李剑宇自言自语的对话更是激怒了郑时勋，认为被轻视的他更是加快了攻击频率。被逼无奈的剑宇只能再次开启翅膀的技能，转换为精神体，穿过大楼逃之夭夭。这仅仅是战略上的退步吧。谁曾想郑时勋直接破窗而出，紧接着在他脚底凭空出现一段阶梯，用魔力构建起了空中阶梯，紧随剑宇其后。剑宇着急地张望着，他得在被追上之前找到下一个箱子才行。此时左边的沙滩上有一个箱子，右边的山上也有一个箱子。就在神秘大叔推荐右边那个时，剑宇一个转向前往左边沙滩，伴随着他缓缓落地，箱子出现在面前。果然依旧是写着空字的纸条。就在剑宇折返回来右边山上的箱子时，箱子竟然开始剧烈的震动。剑宇无奈抬头望天，听着神秘大叔的狡辩，可那货却说不出来个所以然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破空声在身后响起，待到烟雾散尽，正是阴魂不散的郑时勋追了上来。郑时勋一是要把李剑宇带回猎人协会，二是要报李剑宇把他关进箱子之仇。闻此，剑宇不再多言，开启隐身技能，当务之急先开启眼前的箱子完成任务。可巨大的冲击将他直接干翻在地，箱子里藏着的竟是塔尔塔罗斯的化身。看这属性介绍，似乎还是个成长型化身。郑时勋看着这一幕冷汗直流，怎么会是他？闻此，剑宇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这还是郑时勋第一次露出这样的表情。对于塔尔塔罗斯的化身，剑宇有着绝对的自信，只需要像韩成俊一样击碎他头顶的宝石即可。随即，剑宇抬头望天，这一切都跟神秘大叔脱不了关系。下一瞬，3个漆黑的传送门赫然出现在他面前，里面散发出摄人的威压。片刻之后，等级全是问号的怪物从里面踏出，而这便是塔尔塔罗斯的影子士兵。闻此，剑宇不再墨迹，直接换出黄金匕首，秉承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，准备拿下塔尔塔罗斯。而这一幕恰巧被郑时勋尽收眼，他可是在孩提时代见过这把匕首的。当时的拥有者正是大灾变猎人韩成俊。就在剑宇愣神之际，影子士兵的攻击后发先至，仅仅只是一击血量瞬间清空，但也因此触发黄金匕首10秒无敌一击必杀的特性，只是一个扫击，影子骑士直接湮灭。对此，剑宇很是满意。与此同时，郑时勋同样一剑挥出，竟是直接将2名影子骑士拦腰斩断，不愧为猎人协会第4部的队长。下一秒，他提剑对着塔尔塔罗斯的幻影就是一个冲锋，他目光如炬，直视前方。李剑宇的是直接被他抛诸脑后，副本攻略失败那就完了。塔尔塔罗斯高举右臂，目标直指郑时勋，只因他干掉了2只影子骑士，吸引到更多的仇恨。伴随着塔尔塔罗斯的攻击落下，郑时勋心里慌的一批，此刻早已没有了任何操作的角度，他无奈的闭上了双眼，只希望最后能留个全尸。可想象中的画面并没有出现，神秘大叔现身扛住了这势在必得的一击，眼睛可是在睡觉的时候才能闭上。话罢，神秘大叔大喝一声，猛地爆发，竟是直接将塔尔塔罗斯的巨拳轰飞。闻此，李剑宇不可置信的看着这一切，这神秘大叔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斯。此时的郑时勋更是一脸震惊的望着神秘大叔，只因这个人跟他记忆里的那个身影重合了。可神秘大叔突然抱起一拳将郑时勋打晕，李剑宇不解质问神秘大叔为何这么做，而他只是摇了摇下巴，不左右而言他。可李剑宇还是从他的微表情中看出了此事的不寻常。刚刚郑时勋的表情很明显是认识神秘大叔的。下一刻，神秘大叔直接掏出了一颗发光的珠子，这是他作为 NPC 协调奖励出现 BOSS 补救。闻此，剑宇也不再客气，要不大叔顺便帮忙把塔尔塔罗斯一并处理掉。可神秘大叔却毫不犹豫拒绝了他，只能保证帮忙争取到逃出去的时间而已。话音未落，越来越多的影子士兵被塔尔塔罗斯
斯召唤出来，剑宇只能背起郑世勋转身拼命朝着出口飞去。可塔尔塔罗斯并不准备放过他们，他的仇恨被郑世勋刚刚击杀2只影子骑士的行为拉满。关键时刻，神秘大叔在底下疯狂嘲讽，小嘎嘎对准爷的盾牌往死里呼。闻此，塔尔塔罗斯当即改变了攻击对象，还真是头脑缺根筋的怪物。伴随着重如千斤的拳头落下，神秘大叔脚下的地面瞬间皲裂，整个大地开始震颤。剑宇看着这一幕十分震惊，这就是大叔的真正实力吗？下一刻，他的小腿却被影子士兵紧紧抓住，紧接着3发长剑伴随着破空声投掷而来，剑宇瞬间汗流浃背，只能背着郑世勋狼狈躲避着。不幸的是，塔尔塔罗斯头顶的宝石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这是他即将发动无差别大招的征兆。闻此，神秘大叔再也绷不住了，他大喊着让剑宇赶紧离开。与此同时，现实世界的传送门处人影攒动，猎人协会的人对此很是好奇。以郑世勋队长的能力，这个小小的副本10分钟就能通关，可眼下足足过去了整整1个小时，难道说副本攻略失败，怪物即将涌出？H 国的地级副本传送口惊现异状，等级未知的影子骑士夺门而出，猎人协会的战斗人员很是震惊，就连部长和战报记者也绷不住了，因为只有等级相差100级以上才会显示问号。伴随着影子骑士展示出碾压式的实力，猎人协会的战斗人员被单方面虐杀。闻此，部长和记者顾不得独家新闻的报道，转身拼了命远离传送口。突然，眼前一个巨物占据了部长的视野，这让部长很是疑惑，什么时候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型建筑物堵路？闻言，边上的记者否定了他的看法，这根本不是建筑物。闻此，部长抬头望去，眼前一幕让他很是震惊，仅仅只是怪物的一只脚掌而已，而他便是地级副本出来的隐藏 BOSS 塔尔塔罗斯。就在这时，记者感受到背后有人碰了下自己，随后他颤巍巍地转过头去，正是刚刚虐杀猎人协会的影子骑士。四目相对的一瞬间，影子骑士的劈斩轰然而至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李剑宇飞身一跃斩获影子骑士首级，经验值提升1，等级提升1，可分配属性增加5点。黄金匕首灵魂契约发动，等级和经验值初始化为1。被救下来的2人还未从刚刚的震惊中缓和过来，就看到李剑宇回过头来，大叔，今晚看到的是记得保密。随后他就这么朝着传送门处走去，天知道部长和记者会不会帮他保守秘密。与此同时，猎人协会的战斗人员很是狼狈，光凭他们完全无法抗衡影子骑士。这时李剑宇竟然出现在战斗区域，这令他们很是疑惑。李剑宇并没有理会，他径直越过他们，朝着影子骑士走去。黄金匕首挥动了5次，也带走了5名影子骑士的生命。猎人协会的战斗人员很是震惊，凭什么只有1级的家伙实力如此逆天？李剑宇并没有理会，他示意猎人协会的战斗人员看向远方，有什么疑问可以请教他们的队长郑世勋。可这货自从被李剑宇救出来后便陷入了昏迷。与此同时，塔尔塔罗斯大喝一声，开启了长达3分钟的技能咏唱。李剑宇心中暗道，该死的神秘大叔竟将塔尔塔罗斯丢给我。无奈之下，他唤出黄金翅膀，目标所指塔尔塔罗斯头顶的宝石。下一刻，一股强大的阻力袭来，李剑宇的脚腕被无形的力量束缚住，出手的正是地面上的影子骑士。这时一道破空声袭来，随后一柄长剑洞穿影子骑士的头颅，李剑宇脚腕瞬间解除束缚，这让他很是疑惑，哪个好心人帮的我？只见郑世勋正在地面上发号施令，指挥战斗人员帮助1级猎人肃清影子骑士。突如其来的转变令李剑宇很是疑惑，他清楚记得郑世勋这家伙说过的话，那家伙可是言之凿凿不会跟嫌疑犯组队。对此，郑世勋早已有了应对之策，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广大市民的生命。此时黄金翅膀的使用时限只剩下1分20秒，伴随着塔尔塔罗斯的拳头落下，呼吸间李剑宇发动技能转换成精神体，趁着拳头挥空的间隙，李剑宇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一个迸发快速接近塔尔塔罗斯。可塔尔塔罗斯并不会坐以待毙，周身萦绕着闪电蓄力一击，无差别攻击向身遭的空处，只要击中就能让李剑宇脱离精神体。李剑宇腹背受敌很是尴尬，眼下蓝亮剑底黄金翅膀维持时间只剩30秒。与此同时，塔尔塔罗斯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双眼迸发出闪电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剑宇解除精神体，主动用后背撞上塔尔塔罗斯的闪电攻击，血量归零，毁灭打击条件达成，10秒内无敌并具备一击必杀特性。远程技能发动，巴德皮尔斯黄金匕首自带导航席卷向塔尔塔罗斯，径直击穿塔尔塔罗斯头顶的宝石。伴随着宝石的破碎，塔尔塔罗斯的生命迎来了终结。李剑宇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，没想到一只巨拳猛然占据了他的视野，就这么结结实实挨了一击，而黄金翅膀也因魔力不足消失不见，帅气的侧脸直接被锤凹线条。这一拳的含金量估摸着连亲生母亲都认不出来。随后地面龟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，待到烟雾散尽，剑宇无力瘫倒在地，久久未动弹。他很是无奈，后槽牙都要咬碎掉，竟是在这么多猎人面前丢了面子。下一瞬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正是郑世勋持剑走来，叫住了李剑宇。还未等李剑宇开口，一柄长剑已经架在了他脖子上。郑世勋侃侃而谈，要以嫌疑犯的身份逮捕李剑宇，完全不念及刚刚李剑宇击败塔尔塔罗斯的战绩。李剑宇很是意外，并缓缓开口：“你这家伙是认真的吗？”“真的，比珍珠还真。”闻此，猎人协会的战斗人员纷纷围上来。就在他们准备逮捕李剑宇之际，2枚烟雾弹赫然出现在现场。突如其来的烟雾让猎人协会战斗人员乱了阵脚，还未等烟雾散尽，烟雾之中竟是出现一个人影，来人正是猎人女骑士韩世妍。李剑宇很是奇怪，韩世妍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闻此，韩世妍掏出了手机，原来是之前李剑宇给他发的讯息起了作用。就在韩世妍将李剑宇
搀扶起来之际，边上猎人协会的战斗人员看红了眼，毕竟韩世妍在他们眼里可是明星级别的存在。闻此，郑时勋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并询问韩世妍救李建宇的目的，而韩世妍直接以一句未婚妻回绝掉郑时勋。念及此，李建宇刚想说点什么，却被韩世妍一个肘击将到嘴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。郑时勋常见一直表示李建宇今天走不了，他郑时勋说的。可韩世妍既然能来这里，早已有了应对之策。这时边上的士兵凑了过来询问道：“队长真的要逮捕他们两个吗？”对此郑时勋给予了肯定。闻此，韩世妍手掌一抬，周身散发着摄人的威压。今天他必须带李建宇走。这时郑时勋话锋一转，做起了李建宇的工作，并劝说李建宇离韩世妍远一点，这令李建宇很是疑惑。郑时勋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，他告诉李建宇，那个女人只是在利用他罢了。闻言的李建宇当即给郑时勋翻了个白眼，刚刚还叫唤着抓我的人是在叫我做事吗？不过他还是用怀疑的目光望向韩世妍，只见韩世妍据理力争，难不成你以为我俩的交情还抵不过一个郑时勋？而这便是郑时勋的目的。在看到韩世妍的那一刻，郑时勋已经确定黄金匕首就是韩成俊的那一把。念及此，韩世妍很是气愤，并呵斥郑时勋，只因他不仅无视真相，还甘愿做强权的狗。闻此，李建宇很是疑惑，这两人怎么说的话他完全听不懂，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得人知的事情？下一刻，两人越吵越烈，终于还是对建宇动手了。闻言，建宇很是无奈，左右为难。就在他惊魂未定，准备发表看法之时，半空中传来直升机盘旋的声音。猎人协会战斗人员一眼认出这是韩世妍逃跑用的。闻此，郑时勋当即下令击毁直升机，并逮捕两人。话音未落，一发锁链精准飞出，下一刻直接束缚住猎人协会的战斗人员。一瞬间，所有战斗人员呆愣在原地。伴随着烟雾弹的登场，场上当即扬起滚滚烟雾。韩世妍带着李建宇迅速脱离战场。此时，李建宇再次露出一丝犹豫，这瞬间点燃韩世妍的怒火。你竟然相信郑时勋而不相信我！紧接着，他熟练打开了背包，从里面取出逃生工具，直接将李建宇和自己绑在一块。这亲密的动作让李建宇羞红了脸，伴随着他拿出弩箭朝空中的直升机射去，精准无比射中直升机的下沿。下一瞬，在惯性作用下，两人原地起飞。与此同时，郑时勋已经挣开了束缚，看着离去的两人，他奋力呼喊，他示意李建宇回头是岸，跟着韩世妍就是在犯罪。闻此，李建宇并没有正面回复，他只是表明富二代的死是怪物造成的，跟他没关系。郑时勋告诉他一定会后悔的，那把黄金匕首就是不祥之物。李建宇并不在乎，毕竟后不后悔是以后的事，现在爽就行了。郑时勋无言以对，只能站在原地任风迷乱演。只见韩世妍向他挥了挥手，他可不想跟这徒有虚名的警察叔叔有交集。就这样，韩世妍带着李建宇扬长而去。这时郑时勋的副手跑了过来，不明真相的他还以为塔尔塔罗斯是郑时勋干掉的，可郑时勋却否定了他，这令他很是疑惑，那到底是谁的杰作？只见郑时勋神情复杂，缓缓开口道：“李建宇。”闻言的副手满脸的不可置信，怎么会是那个精神有问题的李建宇？但郑时勋特别示意不能走漏风声，说罢他便挥挥手离去。临走之际更是强调不能透露给记者。可没人注意到的是，塔尔塔罗斯的肉块存活了下来，正悄悄准备附着在一个猎人身上。就在郑时勋看着李建宇离去之际，他对着副手吩咐起身，也径直离去。可没人注意到塔尔塔罗斯的碎肉块正附着上其中一名猎人的脚踝。画面一转，李建宇乘坐的直升飞机已经降落。就在他感叹自己终于活下来之际，身后一个曼妙的身影猛然推开了李建宇。这一幕让李建宇很是意外。闻此，眼镜男做出了解释，原来刚刚李建宇相信郑时勋而怀疑韩世妍，这种不信任可不是能轻易修复的。此刻韩世妍怒火中烧，他甚至都不想再看到李建宇这个人。就在眼镜男还想帮李建宇解释之际，韩世妍却无情地打断了眼镜男。恰逢此时楼顶的房门被打开，而对方赫然是李建宇的家人和胖子，他们都为李建宇成为通缉犯而担忧。就在李建宇疑惑他们怎么会在这里之际，边上韩世妍的声音猛然响起：“阿姨好，我是李建宇的未婚妻韩世妍。”随后韩世妍便将黄金匕首的事和盘托出，胖子这才知道李建宇为何总是处于一级，而母亲才真正理解李建宇平常的不着家。可妹妹还是担心起李建宇来，毕竟跟猎人协会斗无异于匹夫撼树，最主要的是妹妹觉得韩世妍这些人不可信。可韩世妍和眼镜男早已想好了应对之策，眼镜男给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，只要将黄金匕首交出来，那李建宇就安全了。正当眼镜男还准备补充点什么之际，韩世妍无情地打断了眼镜男。闻此，眼镜男震惊地呆愣在原地，只因韩世妍站起身来，径直走向了李建宇，随后竟是将李建宇的手臂搂进自己怀里，那面色羞红的模样不必多言，这可把李建宇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胖子和李建宇爸爸心领神会，可李建宇妈妈却觉得这幸福来得太突然。李建宇还想狡辩点什么，却被韩世妍无情地打断：“你说过要一起为我们的未来而努力。”闻言的妹妹再也绷不住了，没想到从小玩到大的哥哥竟是准备结婚了。紧接着一大箱子韩元猛然占据所有人的视野。眼镜男表示这是给李建宇的预付款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遵守跟李建宇的诺言，并示意李建宇爸爸可以代为接收。可李建宇爸爸却拒绝了眼镜男，只因他认为李建宇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，无论如何他都会站在自己儿子这一边。片刻之后，李建宇爸爸站起身来，在眼镜男的引导下前往房间休息，而李建宇妈妈则给予李建宇极大的鼓励，他示意李建宇不用担心妹妹。就在这时，胖子也
打算跟李建宇寒暄几句，却被李建宇无情的拒绝。他示意胖子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也一样。很快所有人都进入了梦乡，可胖子那震耳欲聋的呼噜声杀伤力太大，李建宇竟是活生生被吵醒。更令李建宇崩溃的是，胖子这货怎么叫也叫不醒。闻此，李建宇拎起枕头准备到外面睡沙发，恰逢遇到韩世妍和眼镜男在客厅谈话，可距离太远，李建宇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。眼镜男提醒韩世妍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，现在的怪物已经开始袭击人类，那东西肯定觉醒了。走近后的李建宇听闻觉醒二字很是意外，恰逢此时他不小心碰到了台阶，发出声响，刚好打断了眼镜男和韩世妍的谈话。此刻李建宇就像做错事一样心虚。闻此，眼镜男和韩世妍结束了谈话，并径直上楼准备休息。这时李建宇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，他希望知道是什么东西觉醒了，可韩世妍并不准备告诉李建宇，并示意李建宇不要插手这件事。话罢，韩世妍伸手一指李建宇，只要你交出黄金匕首，拿着钱离开，我保你这辈子平安无事。可李建宇不甘心就这么交出黄金匕首，他坚信韩世妍一定瞒着自己某些事。翌日，李建宇来到地下室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排排崭新的跑车。这次李建宇将跟胖子一起行动。李建宇看着自己的任务窗口，很是疑惑。现阶段李建宇只有3个物品槽，故此黄金翅膀处于无法装备状态，只有成为猎人才能多一个物品槽。所以在韩世妍的帮助下，李建宇决定参加猎人考试。伴随着超级跑车引擎的轰鸣声，李建宇和胖子踏上了猎人考试的旅程。H 国猎人考试场地迎来了不寻常的一天，一辆崭新的跑车出现在考场外。李建宇看着手机怔怔出神，他正在等韩世妍的行动信号。围观的群众好奇地拿出手机拍照，看来豪车在哪里都是硬通货。这时边上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，毫无疑问这就是韩世妍的行动信号。下一刻，李建宇和胖子消失在原地，没人注意到李建宇已经进入了地下城之中。伴随着李建宇将地下城内的牛头怪肃清，李建宇终于成为了猎人，可穿戴的物品也从3件增加到4件。下一刻，李建宇打开物品栏，装备黄金翅膀。这时胖子看出了李建宇有心事，原来李建宇怀疑韩世妍隐瞒了什么，他决定自己去探索黄金匕首的秘密。伴随着李建宇点击物品栏的黄金翅膀图标，一阵耀眼的光芒猛然笼罩住李建宇的身体。下一刻，一对黄金翅膀破壳而出。闻此，胖子羡慕极了，这看起来就像是无坚不摧的盔甲。恰逢此时，系统弹窗跳出，你是否想拥有特殊技能？激活条件500点积分。李建宇怎么也没想到这激活条件如此简单。随后，李建宇毫不犹豫点击 Yes 确定，伴随着500积分被系统扣掉，特殊技能1也随之激活。技能名为飞跃，可瞬间传送到100米内的任何位置。这可把李建宇给乐坏了，没想到竟是瞬间移动这样的神技。随后，李建宇对着天空大喝一声，瞬间移动，竟是直接瞬移到100米高的空中。紧接着，系统弹窗再次跳出，原来蓝色代表可跳跃区域，而红色代表不可跳跃区域，下次只需要眨眨眼就能完成瞬移。此刻地面的位置出现一个巨大的蓝色光圈，而边上的岩壁则是不可跳跃的红色光圈。随后，李建宇闭上眼睛开始尝试，再一睁眼已经出现在地面之上。闻此，胖子都惊呆了，这瞬间移动用好了，绝对是神技。可李建宇惊奇地发现自己竟是起了呕吐反应，好在还有足够的时间适应。这时新的任务弹窗跳出，利用特殊技能瞬移躲避100次攻击。可刚刚最后一只地下城怪物已经被李建宇肃清。就在李建宇为寻找怪物发愁之际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猛然从身后响起：1级的小子，今天我就要让这里变成你的墓地。原来是大刀男带着小弟给李建宇送人头来，刚好可以作为李建宇的任务目标，完成100次神秘技能瞬移的实验对象。伴随着李建宇唤出黄金匕首，一场无差别的屠杀即将拉开序幕。片刻之后，大刀男一伙举手跪地求饶，即使他们人多，还是败在李建宇手上。就在李建宇思索着如何处理他们之际，大刀男看到黄金匕首后，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他连连摆手表示会当李建宇最忠诚的小弟，话罢直接跪伏在地祈求李建宇高抬贵手。这时胖子提醒李建宇可以利用他们刷任务，可新的任务是抹杀300至200级以上的怪物，这无疑对李建宇来说是极大的挑战，而且在地下城待久了还会引起韩世妍的怀疑。但看着跪伏在地的大刀男等人，李建宇却泛起了愁。片刻之后，李建宇示意大刀男自行向猎人协会自首。闻言，众人很是震惊，没想到最后还能保住自己的小命。看着落荒而逃的大刀男等人，李建宇带着胖子也即将离开地下城。可片刻之后，大刀男等人再次占据了他们的视野。大刀男摸了摸头，表示他们正在寻找出口。闻言的李建宇给予了肯定，毕竟出口只有一个，很容易相遇。片刻之后，李建宇发现了诡异的一幕，他竟是再一次遇到了大刀男等人。李建宇这才意识到地下城环境的变化，他不禁怀疑自己目前处于幻境之中，故此李建宇示意大刀男等人先走路。片刻之后，眼前再次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念及此，李建宇认定大刀男故意为之。下一刻，李建宇唤出黄金翅膀，准备教训他们一顿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生物，而且头顶之上的红色属性框特别醒目。李建宇怎么也想不到，又有一个人变成了怪物。此刻怪物对着李建宇就是一个冲锋，李建宇微微一侧身，躲过对方势在必得的攻击。就当怪物五指微去，准备再来一爪之际，李建宇一个瞬间移动，瞬身到100米开外。
闻此，胖子很是震惊，没想到这个怪物的实力恐怖如斯，他不禁怀疑对方会不会是隐藏宝。李建宇当即否定了胖子的看法，只因系统并没有出示相对应的信息。恰逢此时，一阵救命声从远处袭来，原来是大刀男等人发出的求救信号。下一刻，竟是旁若无人抱住李建宇求保护。大刀男告诉李建宇，所有人都变成了怪物。另一边，越来越多的怪物猛然欺近胖子。李建宇怎么也没想到，眼前的竟全都是人类变成的怪物。大刀男提醒李建宇要小心对方，只要被他们咬上一口，就会变成对方的一员。可李建宇并没有理会，反手抛给大刀男一瓶治疗药水，让他自食其力。随后叮嘱胖子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紧接着唤出黄金匕首，准备迎战这群怪物。只见对方对着李建宇就是一个冲锋，眨眼间便就将李建宇团团围住。避无可避之下，李建宇只能强行吃下伤害。待到生命值还剩下75%之际，李建宇一眨眼施展瞬移躲避对方的攻击，再一睁眼已经瞬身到100米开外的空地。闻此，怪物们转身拼了命朝李建宇发起冲锋。念及此，李建宇很是震惊，没想到这群家伙就跟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，可他们终究还是人类变成的怪物。李建宇不愿意用一击必杀将他们抹杀。片刻之后，李建宇决定用其中一个怪物做测试，伴随着黄金匕首击打在怪物身上，对方如遭重击轰然倒地。李建宇很是震惊，差一点就将对方直接抹杀掉。片刻之后，对方站起身来，悍不畏死，再次发动进攻，可只是扑中李建宇的残影而已。此刻李建宇的真身已然瞬移到100米开外的空地，没想到对方处于濒危状态，攻势还如此猛烈。恰逢此时，胖子和大刀男赶来，他们扬言可以加入战场助李建宇一臂之力。紧接着，越来越多的怪物朝他们袭来，场面瞬间变得不可控，双方站在一起难解难分。而胖子如有神助，战意激昂，仅只是一击就打得对方瞬间破防。这时李建宇提醒大伙一定要小心，对方即使处于濒危状态，战斗力也不会减弱。闻言的胖子瞬间犯起了愁，要知道对方可都是人类，不可能将他们直接抹杀。片刻之后，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受到制约的大刀男一伙人血量正在慢慢减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建宇大喝一声，拉回所有人的注意，随后一眨眼瞬间移动到100米开外的高空，竟是强行脱离地下城来到现实世界。可李建宇怎么也没想到，现实世界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，这里的人类竟是也变成了怪物，而且一眼望去没有一个是正常的人类。这时胖子和大刀男也脱离了地下城，他们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胖子灵机一动，这里可是猎人考试现场，等待猎人协会的人来处理才是上策。可李建宇却否定了胖子的看法，只因此刻的猎人协会成员状态可不对，没想到连他们这样的强者竟是也变成了怪物。闻此，胖子大呼不可能，要知道他们可是战力最强的猎人。这时大刀男回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幕，他隐约记得对方之前脖子上有个黑色史莱姆，故此大刀男示意李建宇检查下对方的脖颈，那里有一个记录着数值的黑色史莱姆。李建宇给予了肯定，未经之计也只能先从这里着手。随后李建宇再次施展瞬移特殊技能，一睁眼便瞬身到猎人特工的背后，映入眼帘的果然是一个黑色史莱姆。虽然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，但这绝对是引起病变的缘由，故此李建宇决定将这个黑色史莱姆拿下来。仅只是一击，黑色史莱姆支离破碎，猎人协会的猎人当即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声。就在李建宇疑惑是否起作用之际，另一名猎人协会的猎人朝着李建宇发动冲锋，李建宇并没有理会，原地发动瞬移技能，片刻之后已然瞬身至100米开外。这时李建宇发现普通人类脖子后面也有黑色史莱姆，伴随着李建宇唤出黄金匕首将其击碎，对方惨叫一声，瞬间轰然倒地。片刻之后，代表等级的属性矿竟是变成了蓝色。紧接着李建宇示意其他人加入战斗，目标所指怪物脖子后面的黑色史莱姆。伴随着黑色史莱姆被一个个击碎，越来越多的人类逐渐恢复正常。恰逢此时，李建宇猛然一惊，身后突然冒出一股极寒的杀意。李建宇下意识的侧身躲，没想到竟是一把长柄武器。就在李建宇疑惑暗箭伤人的主谋之际，一个猎人协会的特工猛然占据了他的视野，而且对方的等级竟然还是问号，这也意味着对方的等级高出李建宇太多。下一刻，对方的武器竟是释放出射人的魔气，紧接着刚刚解救的人类轰然倒地，他们身上同样释放出相同的魔气，而这股魔气竟是被猎人协会的特工吸入腹中。下一刻，他的身体发生异变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即将破体而出。就在李建宇为此而愣神之际，一个诡异的怪物猛然占据了他的视野。闻此，李建宇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，只因对方竟是口吐人言：“小子，没想到你会在这里出现，卑微的人类挑战者，把钥匙交出来，饶你不死。”可李建宇压根没见过对方口中的钥匙。就在李建宇为此愣神之际，对方面露凶光，露出狰狞的冷笑，随后将地上的长柄武器拔了出来，射人的魔气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片刻之后，竟是幻化成等级为问号的怪物，光从模样上看像极了对方的分身。闻此，李建宇很是震惊，要知道只有等级相差太多才会显示出问号。此刻大刀男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，他大声呼喊着李建宇赶紧逃跑，只因猎人界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遇到等级为问号的怪物必须转身就跑，可凡事都有意外。李建宇瞬间抱起，对着怪物就是一个冲锋。这时边上的胖子正在极力救助受伤的人类，刚好可以让李建宇毫无顾虑的战斗。片刻之后，李建宇欺近怪物身前就是一发斩击，可黄金匕首却是透体而过，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击打在莲花之上一样无力。下一刻，怪物的武器猛然占据了李建宇的视野，避无可避之下，李建宇强行吃下了怪物的攻击，仅只是一击，李建宇血量降到了0，更是因此触发黄金匕首隐藏特性，10秒内无敌并拥有一击必杀效果。此时场外的胖子和大刀男很是震惊，只因李建宇岌岌可危，即将陨落，而
怪物们竟是放弃了李建宇，朝着他们袭来。伴随着李建宇大喝一声，施展瞬间移动技能，下一刻竟是瞬身出现在大刀男等人的面前。可李建宇深知普通的攻击手段对这些怪物无效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建宇猛然想起黄金翅膀的特殊技能精神体转化，黄金匕首也随之转化为精神攻击。这一次效果显著，仅仅只是一击怪物的身体支离破碎。下一刻系统弹窗跳出，恭喜你击败等级为问号的怪物，你的等级提升，你的属性点增加5点，黄金匕首隐藏特性激活，你的等级和所需经验重置为1。李建宇自信满满看着这一幕，果然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。随后李建宇对着剩余怪物就是一个冲锋，片刻之后，所有怪物均被李建宇一人肃清。就在大刀男等人因此而欢呼雀跃之际，怪物首领注意到了李建宇的攻击手段，他不禁怀疑李建宇会使用高级法术，故此他紧了紧握着武器的手，他竟是决定亲自出马了结李建宇。仅仅只是一击，地面龟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可李建宇压根不慌，只要黄金翅膀在手，对方就不可能攻击到自己。然而大刀男却很是痛苦，剧烈的冲击波席卷全场，直击他们的脑袋。闻此，李建宇很是震惊，他竟是没有感受到任何冲击波的能量。可下一刻，一股极致的波动闪过李建宇的脑袋，闻此他无力抱着脑袋试图阻止冲击波扩散，可这些动作均是徒劳的。片刻之后，李建宇双眼空洞，失去了意识，再一睁眼，他竟是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空间。就在李建宇疑惑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之际，一个人类黑影猛然占据了他的视野，而对方赫然是已经死去的富二代。李建宇怎么也没想到富二代能死而复生，下一刻富二代竟是欺进李建宇跟前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建宇唤出黄金匕首自卫反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猛然响起，振作起来，你这个傻瓜！闻言的李建宇一个机灵，睁开双眼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全身散发着魔气的怪物首领。李建宇这才知道刚刚的自己陷入了幻境。下一刻，一声清脆的玻璃破碎声传来，系统弹窗随之跳出，你已破坏了黑色史莱姆，你已摆脱了幻境的控制。原来刚刚出手的赫然是未婚妻韩诗妍，刚刚就是他帮助李建宇摆脱了幻境。一想到这，李建宇猛然抱住了韩诗妍，他原以为韩诗妍也跟其他人一样变成了怪物，可韩诗妍压根不惯着李建宇，挣脱李建宇束缚后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伺候。片刻之后，大刀男等人也摆脱了幻境，刚刚的他们在幻境中也经历了难忘的一幕。闻此，怪物首领瞬间来了兴趣，他没想到这个支离破碎的挑战者竟然有同伴。可听闻支离破碎4字的李建宇很是震惊，他实在听不懂怪物首领想表达的意思。但韩诗妍并不准备跟对方废话，大喝一声对着怪物首领就是一个冲锋。然而韩诗妍势在必得的一击却被对方轻松格挡下来。在之后的陆战中，韩诗妍渐渐败下阵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建宇加入战场，一个瞬身来到怪物首领身后，扬起黄金匕首对着怪物首领后背就是一发凿击。可这全力一击竟只是打掉怪物首领8%血量，也正是这一击彻底激怒了怪物首领。伴随着怪物首领抬手一挥，竟是射出无数魔气锥袭向李建宇和韩诗妍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建宇猛然扑向韩诗妍，并同时发动了隐身和瞬间移动技能。待到魔气锥落下，李建宇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再一睁眼，李建宇带着韩诗妍出现在100米开外的地面，可韩诗妍却被刚刚的瞬移整得起了呕吐反应。此刻的李建宇和韩诗妍还处于隐身状态，念及此，韩诗妍一个绝佳的想法涌上心头，他竟是瞬间抱起踹了李建宇一脚，强行将李建宇踢出隐身状态，成为了诱饵。闻此，怪物首领抬手又是一发魔气锥袭来，慌乱之际，李建宇只能跳起躲避对方的攻击。李建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韩诗妍被刺一。可下一刻他却呆愣在原地，很是震惊，只因怪物首领大喝着不可能，他竟是被韩诗妍从背后一刀斩成了2段。大刀男的脸直接绿掉，这么极限的操作真的是一个女人做出来的吗？然而下一刻，怪物首领的残躯冒出缕缕魔气，片刻之后竟是幻化出新的怪物首领身躯。原来刚刚韩诗妍的一刀只是切断了和宿主的联系，而现在的躯体只不过是一个分身而已。闻此，李建宇当即唤出黄金匕首，就在他准备用一击必杀抹杀怪物首领之际，李建宇赫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不能动。这时怪物首领的声音陡然响起，小子，你终究还是中了我的圈套。闻言的李建宇很是疑惑，他不记得自己被怪物首领攻击到，原来圈套就下在怪物首领扔第一次长矛的时候。恰逢此时，韩诗妍惊奇地发现李建宇背后竟是附着了一个黑色史莱姆。此刻李建宇心情跌落到谷底，他不敢想象自己要是不幸变成了怪物，凭借自己黄金匕首一击必杀的隐藏特性，没有一个人类能活得下来。恰逢此时，李建宇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。片刻之后，李建宇发出了不甘的吼叫声。闻此，大刀男等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韩诗妍最担心的情况终究还是发生了，本来只要摧毁黑色史莱姆就能解决，可对象一旦变成李建宇就变成不可能，只因没有人可以接近拥有黄金翅膀的李建宇。待到光芒散尽，李建宇的身影慢慢显现出来，只见李建宇眼神空洞，完全失去了人类意识。闻此，韩诗妍赶忙示意所有人跑得越远越好，可怪物首领并不打算放过他们。伴随着怪物首领高举长矛开始咏唱技能，无数魔法锥占据了所有人的视野。可下一刻，魔法锥却被一股雄浑的寒冰之气冻结，而出手的赫然是失去意识的李建宇。闻此，怪物首领很是疑惑，难道是因为自己没给李建宇下达命令的缘故？随后，怪物首领示意李建宇攻击下面的人类，可李建宇并没有理会他，故此他不禁怀疑李建宇
脱离了控制。紧接着怪物首领面露凶光，发出狰狞的冷笑，他竟是准备直接摧毁李建宇，拿到钥匙。就在魔法锥即将命中李建宇之际，李建宇仅仅只是抬手向前一指，竟是将袭来的魔法锥悉数冻结。闻言的怪物首领很是震惊，没想到失去意识的李建宇实力依旧恐怖如斯。片刻之后，李建宇大喝一声凝结，雄浑的寒冰之气瞬间覆盖住怪物首领，伴随着李建宇逐渐增大寒冰之气的输出，怪物首领痛苦地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叫声。待到怪物首领的吼叫声慢慢减弱，系统弹窗跳出，你已击败怪物首领。闻此，韩世妍等人震惊地呆愣在原地，没想到李建宇竟是以一己之力抹杀掉了怪物首领。可下一刻，韩世妍发现了李建宇的异常，故此他转身示意所有人赶紧离开。此时，李建宇凝结的寒冰之气占据了韩世妍的视野，生死存亡之际，韩世妍对着后方就是一个冲锋，瞬间扑倒胖子和大刀男离开寒冰区域。待到寒冰之气慢慢消散，韩世妍无力地瘫倒在地，刚刚就差那么一点就全军覆没了。韩世妍告诉众人，李建宇还没有恢复意识，现在的李建宇完全处于见到目标就攻击的状态。韩世妍看着眼前陌生的李建宇，很显然此刻的李建宇已经认不出自己来了。闻言的胖子很是担忧，他扬言要让李建宇清醒过来。韩世妍给予了肯定，尽管胜算很小，但依旧需要尽最大的努力。恰逢此时，猎人协会郑世勋的声音响起，原来这次的混乱竟是你跟李建宇造成的。可韩世妍却让郑世勋赶紧离开这里。闻言的郑世勋很是震惊，没想到这女人竟敢呵斥自己。这时失去意识的李建宇大喝一声毁灭吧！郑世勋脚下的地面突然皲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恰逢此时，一道耀眼的光芒席卷开来，竟是幻化出通体透明的防御罩救下郑世勋。闻此，猎人协会其他人震惊的呆愣在原地，只因出手的赫然是身为死对头的韩世妍。而韩世妍这么做的理由只有一个，他需要郑世勋帮忙唤醒李建宇。此刻李建宇眼神空洞，完全失去了意识。这还是郑世勋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李建宇，可即便是郑世勋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完成这个任务，故此他示意副手向总部申请强者过来支援。在这之前，他会拖住李建宇，为总部的强者争取时间。另一边，武器撞击的声音响起，韩世妍已经跟李建宇站在了一起，可失去意识的李建宇完全认不出韩世妍。很快，郑世勋也加入了战斗，可他势在必得的一击却斩在了空处。原来刚刚李建宇激活了黄金翅膀的技能瞬间移动，恰逢此时大刀男冲了上来，试图阻止李建宇，但还没近身就被李建宇一击震碎了大刀。突然，胖子从背后猛然抱住了李建宇，韩世妍和郑世勋抓住机会就是一个冲锋，而他们的目标赫然是李建宇腰间的黑色史莱姆。伴随着韩世妍挥出势在必得的一剑，却被李建宇的护体罡气震得稀碎，耀眼的光芒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闻此，胖子和大刀男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就在郑世勋思索着如何破局之际，韩世妍竟是顶着冲击波凑近了李建宇，丝毫不顾忌冲击波对自己的伤害。就连郑世勋都知道贸然靠近只有九死一生，可韩世妍并没有理会，他有着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。只因李建宇继承了他哥哥的黄金匕首，他必须让这个世界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就在韩世妍触摸到李建宇脸庞之际，李建宇的眼眸竟是闪过一丝青云，而李建宇的意识正待在一处废墟之中，一头通体金黄的巨龙猛然占据了他的视野。没想到这竟是李建宇小时候经历的画面。巨龙示意李建宇做出选择，留在这里，又或者离开继续前进。如果选择留下，那接下来的生活会一帆风顺；如果选择离开这里，那将会在混乱中失去生命。恰逢此时，李建宇猛然惊醒，不曾想却看到了眼前断壁残垣的破败景象，而且韩世妍竟失去了意识，瘫倒在地。可李建宇对此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突然，身后猎人协会郑世勋的声音传来：“每次你都能干出令人意外的事来。”但李建宇真的记不起来刚才发生了什么。然而郑世勋可是全程目睹了李建宇暴走的过程。就在李建宇试图回忆之际，胖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鉴于我们必须马上离开，猎人协会的大部队即将抵达这里。”可郑世勋焉能放任他们就这样离开？伴随着手中武器幻化而出，郑世勋抬手就是一发斩击攻向李建宇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建宇微微一侧身躲开攻击，紧接着身后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正是李建宇激活了黄金翅膀，并示意胖子赶紧搂住自己的肩膀。然而郑世勋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李建宇，你真的想让事态发展更严重吗？”闻言的李建宇并没有理会，论逃跑没人能追得上自己，而这一幕刚好被有心人士用摄像机抓拍到，甚至将视频上传到社交平台之上，一夜之间观看人数竟是突破100万大关。李建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成为了名人。这时眼镜男告诉李建宇又多了一个称号，暴走的一级猎人。不过一夜成名也意味着事情变得麻烦起来，现阶段李建宇已经不适合暴露在公众面前。这时医务人员正在着急的抢救韩世妍，好在病情得到了好转，尽管现在依旧处于昏迷状态，而李建宇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责。可眼镜男却示意他不用担心，韩世妍很快就会苏醒过来，而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，所以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好好休息。看着网上自己暴走的视频，可李建宇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。不过他倒是记得出现了一条巨龙，而且李建宇印象中以前好像见过他。这时妹妹的声音传来，原来此刻已经到了晚饭时间，可李建宇却发现妹妹的情绪不太对。就在李建宇开口询问妹妹有什么心事之际，映入眼帘的却是妹妹泪眼婆娑的双眸。妹妹希望李建宇以后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。恰逢此时，妈妈已经将晚饭准备好，爸爸表示并不想干预李建宇的事，但一定要记住家是你最安全的港湾。闻言的李建宇突然想起那条奇怪的巨龙，故此他开口询问父亲这件事。父亲母亲，你们记得大灾难的事情吗？那应该是发生在15年前的事了。而李建宇迫切想知道那一天自己在哪里。闻言的母亲陷入了沉思，那一天到处都是怪物，空气中充满了尖叫声，可思索片刻后，母亲实在记不起来了。
这时父亲提醒道是在小学里面找到的李建宇，但是李建宇清楚地记得梦里是一片废墟，这样看来线索又断了。突然妹妹的声音响起，她提醒母亲那里根本就不是小学，而是学校边上被拆除的建筑工地。妹妹虽然当时很小，但她清楚地记得李建宇被发现时抱着一块落尸不放。闻言的李建宇猛然惊醒，原来这并不是一个梦。念及此，李建宇猛然站起身来，他有着必须要确定的事情做。可如果这个不是梦，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没有那时候的记忆呢？而且之前陷入暴走状态也是一点印象没有。那个怪物首领口中的挑战者意味着什么？看来他提到的钥匙能解开我心中的阴谋。这时胖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剑宇你看起来有心事。话罢，胖子一把搂住了剑宇，他看穿了剑宇在为韩世妍而担忧。闻言的剑宇瞬间暴起，他一句话没有全都让胖子说完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门铃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。待到李剑宇打开门进摄像头后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大刀男的小弟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大刀男被猎人协会抓走了，而小弟此次前来是为了请李剑宇营救自己的老大，可李剑宇却无情地拒绝了他。要知道在这之前，这群人可是想偷自己的黄金匕首来着。闻言的胖子肯定了李剑宇的想法，我们可不是以德报怨的人。可小弟实在走投无路，找到了李剑宇这边，只因大刀男是被猎人协会的赵太昊所抓。看着手机搜索出来的信息，胖子很是震惊，原来赵太昊可是猎人协会的安全主管，年仅28，却是郑世勋的直属上司。闻言的小弟怒由心生，就是这个家伙陷害自己的老大锒铛入狱，故此小弟将希望寄情于李剑宇的瞬间移动上，为今之计也只有越狱这一条路可行。可李剑宇却无情地拒绝了他，只因越狱这种事他这种良好公民定不会涉足。不曾想小弟却掏出一张卡片威胁李剑宇，而这恰恰是之前怪物首领掉落的战利品，如果李剑宇不帮忙，那他将会把卡片毁掉。闻此，李剑宇当即起了杀心，你是要自己交出来，还是我干掉你再取走？可下一刻，李剑宇却被卡片上的内容迷失了神，打开通往被封印怪物首领真实身体的地牢之门的邀请函。如果你想知道答案是什么，请用笔输入复杂挑战者签名。而这种形式的任务，李剑宇闻所未闻，而且这个答案似乎跟自己遗忘的记忆有关。就在李剑宇思索着签不签名之际，胖子凑了过来，却只是看到一张白纸，看来这上面的内容只有身为挑战者的李剑宇看得到。小弟更是补充道 ，boss 掉落的物品除了这张纸外，还有一支笔，不过那支笔在大刀男手里。既然如此，李剑宇决定为了那支笔闯一闯猎人协会的监狱。